农学博士，种地种菜小能手，嫁军官后养娃种着两不误，随军海岛生活，以一己之力将贫瘠荒岛变宝岛。是你自己没站稳，磕到头可怨不得我。头好疼，好吵，谁呀？江苗皱皱眉头，模糊的视线隐约看到个人影，又看到个破旧昏黑的屋子。你就算是苦肉计也没用，江苗，这婚我离定了。江苗，离婚？这不是他昨晚看的那本《八零往事》中的女恩浩吗？他对这角色可印象深刻，只因这是个极品恋爱脑，整日不求上进，只对男色感兴趣。2年前对下乡知青许林涛一见钟情后，便对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，帮他做农活赚工分，还无条件赠送粮票。许林涛本看不上他这种粗鄙没文化的农村姑娘，只因连续几次申请返程都失败，他心灰意冷，以为返程无望，加上原主一家子都能干，搭伙过日子，这一家人能帮他挣工分，权衡再三，选择了同他结婚。婚后江苗自觉揽过赚工分的重担，吃穿用全紧着许林涛。1年下来，这男人被他养得越来越壮实，他自己倒愈发面黄肌瘦。偏偏许林涛还不知足，总是嫌弃他没文化，又不懂打扮，皮肤粗糙干黄，没个女人样。结婚1年多，2人愣是一直没圆房。钢铁厂招工的消息一传出来，这份嫌弃就变得更明目张胆了。短短1个月，离婚2字他就提了不下10次。原主低声下气，每次都各种讨好，可惜最后还是没能改变被离婚的结局。原主伤心至极，居然疯了。而许林涛最后春风得意，成了市里的大官，最后和原主堂姐江婷结了婚，2人和和美美，儿孙满堂。看书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这角色活得憋屈，不就是个男人，书里那么多男角色，还不是任意挑选。没想到穿书还偏就穿成了这个角色。江苗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消化自己由农学女博士变身农村女文盲的事实。如此开局，只能默念一切都会好的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我花费整整1年的时间陪你，你也该。行了，不就是离婚吗？立刻离。许林涛还准备了一肚子话，刚要说，惊觉不对劲，方才江苗好像说的是理。许林涛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他又说：瞅你长那样，阳刚不足，精致全无，干活不顶事，甜言蜜语不会说，真不知道他看上你什么了。你说什么？许林涛被他对得气得要死。我说我早把你看腻了。对了，刚你说赔偿是吧？这1年你的开销和白占的工分，林总加起来就算200吧。我的精神损失费、青春耽误费，这些全不要了，还钱。江苗噼里啪啦一通输出，砸得许林涛头脑发懵。他是说可以赔钱，但那完全是因为他以为江苗不可能要他的钱，谁成想这女人仿佛一下子转了性，居然真和他算起账来。200块呀！现在他浑身上下也就只有5块钱，就这还是江苗前几天给他的零用钱、精神损失费、青春赔偿费，他从哪整来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词语？江苗讥讽地扫他一眼，扭头进屋扯了张旧日历出来，拿了张欠条丢给许林涛。麻溜签字吧。瞅着那张相当标准的欠条，许林涛又是一愣，江苗什么时候会写字了？方方正正的字迹还是让许林涛大为震惊。签字啊，我还着急吃饭呢。说话还是那般粗鲁，满脑袋只有干饭。他一定是疯了，刚刚那一瞬间居然觉得江苗这女人有点意思。许林涛嫌弃的摇摇头，不就是200块钱吗？火速签上，生怕江苗反悔。心满意足收回欠条，江苗坐回到桌边，看他丝毫没有要挽留自己的意思，许林涛心里还有点不得劲。他慢悠悠的往外走，终于江苗开口叫住了他。等一下。许林涛静静，他果然还是舍不得自己。送你东西。江苗从前没少送他好东西，许林涛不疑有他，果断走了过去。下一秒，就见江苗唇角上扬，送你个大屁头。与此同时，江苗手起手落，直接将许林涛推了个大屁墩。他这下没客气，许林涛又没有防备，结结实实坐在地上，摔得哎呀咧嘴。江苗，你简直不可理喻！这就不可理喻了，没见过世面，我这还没抽你大嘴巴子呢。说着，在他戒备的目光中走到他身边，俯身伸手入他左侧裤子口袋，精准的拿住里面的3张钞票，一共5块钱。许林涛气得心肝疼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了。江苗冷瞟他一眼，他对书中剧情了如指掌，当然记得许林涛口袋里还揣着原主给的5块钱的事。看渣男捂着空荡荡的口袋气急败坏的样子，江苗只觉十分畅快，赶走渣男。空荡荡的房间让江苗又想起了原主的父母。哎，那也是一对可怜人。原主爹妈对原主极其宠爱，他亲弟弟江南也是相当照顾这个姐姐。可惜原主一心扑在许林涛身上，从来没给过父母好脸。许林涛用的布票全是原主从爹娘那里搜刮来的，老两口1年到头也穿不上一件新衣服，寒冬腊月连件棉袄都舍不得做。弟弟江南才15岁，为了减免姐姐的工作量，也是猛猛干农活。后来原主疯癫，江南一心为姐姐出气，将许林涛痛揍一顿，结果被渣男和堂姐江婷联手送进了监狱，一关就是8年。可怜的老两口，
母亲沈秀芝也积劳成疾，一辈子疾病缠身。妈宝女江苗最看不得这个，当时看书时就为这老两口的结局哭得稀里哗啦。如今自己身穿过来，一定要改变老两口的结局。这时江苗父母下工回来了，江南扛着锄头跟在后头，晒得通红，脸上满是汗水，嘴角灿烂的笑容在看到江苗的一刻瞬间消失。姐，苗苗，一家三口局促地站在原地，好像见了猫的耗子，满桌子的美食，愣是看都不敢看。江苗无奈地叹口气，进来啊。江苗的话，爹娘和弟弟没人敢不听。三人老老实实走进来，屁股刚贴上板凳，就听江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：许林涛要跟我离婚，他不要我了。江苗需要给自己性情转变找个合理的借口。爹娘，我总算明白了，外人总归是外人，你对他再好，也捂不热他的心。江苗把所有难过的事都想了一遍，哭的那是相当可怜。沈秀芝看女儿这样，心疼的跟着抹泪。江德彪嘴笨，说不出啥安慰人的话，憋了半天，冲出去抄起墙角的锄头就要去揍人。江南也顺手抄起板子，江苗赶紧跑过去把俩人拉住。你们这是干啥啊？我就当是吃个教训，我往后再不轻信男人了。爹娘，往后咱们一家人在一起，好好把日子给过起来。好，咱好生过日子。沈秀芝一个劲点头，既心疼女儿，又欣慰她总算认清了许林涛的真实面目。快来吃饭，都是我亲手做的，赶紧趁热吃，这肉可香着嘞。原主做其他事不行，厨艺倒和他一样精湛。可惜自从许林涛出现，江家这三口就再没吃过原主做的一顿饭。他们吃的幸福，江苗却没胃口。只因照剧情发展，接下来应该就是大伯母携堂姐上门，逼迫他提家了。果然，门外就传来了哭声。唐春梅火急火燎地冲进来，堂姐江婷在背后跟着抹泪，一如既往，还是那副娇弱可怜样。你们还有心情吃饭？老陈家那头又来催了，我们家婷婷就要被送进虎狼窝了。婷婷这孩子打小就胆小，让她一个人嫁去那么远的地方，她怎么应付得了啊？苗苗啊，你和你堂姐从小一起长大，这事你得给她出个主意啊！被点到的江苗冷笑一声：大伯母，你倒不如直说是想让我待嫁。关于江婷这桩婚事，书里也详细描写过。他记得婚约是原主爷爷定下的，据说是战争年代，陈老爷子救了江老爷子一命，江老爷子无法报恩，就许诺江家后辈第一个出生的女娃要嫁去陈家做媳妇。于是大伯家的第一个姑娘江婷顺理成章的就成了这婚约的女主角。陈家三代从军，婚约的男主角陈长庚小年纪就是军队里的干部，后来又念军校，名副其实的能文能武。3年前刚得知这桩婚事，大伯母尾巴恨不得翘到天上去，整日撺掇江婷给陈长庚写信，明里暗里催婚。无奈陈长庚那会太忙，只隔3差5托人送东西回来，后来也送了4聘礼，可婚事却迟迟没落定，一拖二拖。前年陈长庚出事的消息就传了出来，得知他被带走调查，陷入拍斗风波难以自拔，连身体也给熬垮了。唐春梅就立马变脸了。唐春梅表情一僵，江苗如此直白，倒让他不知道该怎么演早就准备好的戏码了。苗苗，你这话说的，大伯母也是为你好。你看你赶巧离了婚，咱们农村二婚可不好找人家，你要是能嫁给陈家那小子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感情是知道他离婚了，那他就明白了，8成是许林涛气不过，故意将他们离婚的消息传扬了出去。反正许林涛以后又不在清水村过日子，即便全村人人都知道他离婚，对他也没有任何影响。江苗就不一样了，离了婚的女人在这种落后的地方是会被人指点一辈子的。大嫂，我们苗苗不急着许人家。向来不善纷争的沈秀芝忍不住开口：那你们这意思就是不帮我们，就是要眼睁睁看着你们的亲侄女考不了大学，走上死路了。孩子他爹啊，你怎么走得那么早啊？你当时救了他二伯，说往后我们娘俩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们，可现在他们就连这点小事都不肯帮啊。12年前，江德彪和江德川在矿场帮工，遭遇矿难，江德川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弟弟江德彪，自此江德彪一家子就背上救命之恩的担子，对唐春梅和江婷处处照顾。大队发的粮要攒些留给那娘俩，江婷的学费书费他们一家子出，大伯母只要有需要就用救命之恩来家里闹一出，事后总能如愿以偿。果然提起这事，沈秀芝和江德彪都不好意思说话了。江苗冷眼看着他们哭，迅速在脑袋里过了一遍有关陈长庚的剧情。可惜的是，这人只是个存在感不算强的男4号。书里只说江婷拒绝了与他的婚事，对方没讨回聘礼，也没纠缠，痛痛快快退了婚。此后关于陈长庚的生活也只是一些零散的介绍，说他有个领养的娃，又说他一直被好哥们的妹妹纠缠，但他本人始终洁身自好，一辈子未娶。看书时他还怀疑过陈长庚是不是那方面有问题。大伯的救命之恩不长青，他们一家永远别想消停。与其等日后唐春梅再拿这事提更过分的要求，不如答应这个条件，与他两清。我嫁。唐春梅脸上闪过一丝诧异，要不说还是咱们苗苗懂事呢。你放心，大伯母不坑你。陈长庚那孩子他是肯干，年轻有为，家世也干净。苗苗，
你用不着蒙我。陈长庚父母早亡，家中无人帮衬，自己又身患重病，官职不保，谁嫁给他谁就要跟着挨骂受罪，保不齐哪天还会成为寡妇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这死丫头啥时候变得这么精明了？我答应嫁过去就不会反悔，可我也是有条件的。我嫁过去，当年的救命之恩就算还清了，你要立字据，保证以后再不用此事要挟我父母。另外，陈长庚送的聘礼你得原封不动抬过来，再给我备份嫁妆，聘礼上别耍心眼，对不对数？我嫁过去一问便知。大伯父当年和父亲一起在矿场出事，事后公家赔了不少钱，还有爷爷当年留下的遗产也全被唐春梅卷走了，加上这些年从他们家搜刮的，他那家底可殷实着嘞，叫他出份嫁妆并不算难为人。唐春梅心疼极了，江婷在一旁着急，江苗说什么她都愿意答应，只要不让她嫁给陈长庚。苗苗啊，都是爹娘连累了你。妈，我心里有打算，你就放心吧。等我到那边安顿下来，过上稳当日子，我就把你们全接过去。江南，我不在家，爸妈就托付给你了。你安生点，少去招惹许林涛，也别去打人家。从今往后，咱就和那渣男不沾边了。江南摸着脑袋答应，心里还挺奇怪，姐姐咋知道他预备去揍那家伙？陈长庚那边催得急，唐春梅也半刻不敢耽误，傍晚就把聘礼和嫁妆一起送来。陈长庚3代从军，2代烈士，到底是有些家底。1块上海牌手表，2沓子布料，6身实星衣裳，黄金5钱，棉花36斤，毛线5斤，还有现金500元。至于缝纫机、自行车，礼单上明明白白都写了，由于路远不易折腾，等到了那头再一并买上。嫁妆无非也是衣服、锅碗瓢盆，还有2张10斤的粮票，1张5斤的肉票和1张10尺的布票，外加20块钱，不多。但江苗知道，这已经足够让向来吝啬的唐春梅肉疼了，所以他也见好就收。听说挨批的人日子过得很苦，有的甚至连顿正儿八经的饭都吃不上。江苗猜不出陈长庚那边到底什么情况，只能先做最坏的打算。那边不知认不认他这个待嫁的媳妇，所以聘礼暂时不能动，得原原本本送回去。粮票留1张给爹娘，20块钱也分1半给爹娘，肉票全带上，布票也得拿。第2天一早接新媳妇的人就到了，江德彪迟迟不见踪影，江南倒是忙来忙去，主动承担了搬行李的重任。负责接他的年轻人叫唐顺华，从到家门口就开始盯着他看，目光里带着疑惑。唐顺华觉得这人有点眼熟，又想不出在哪见过，毕竟是营长未来媳妇，他也不好使劲盯着人家脸蛋看，再耽搁就赶不上车了。估计这小同志是知道江家闹着想悔婚，对他有意见了。江苗叹口气，看来嫁过去也有得折腾了。就这样一路无影，直到抵达车站江州站。他记得书里提过许林涛的老家就是江州市，这渣男后来也是在江州发展的，这是可偏，都靠近国土最南端的海岛了。唐春梅不说陈长庚在永安市有房吗？永安市在清水村北边，江州却在最南端，即便遭了难，无法住在军区大院，也该在市区的房子住着，这怎么一下子跑到南边去了？难道被发配了？又想悔婚了吧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们团长现在已经被降为营长，还被派去守海岛，这一去不知什么年头才能回来。涠洲岛那地方又偏又远，物资匮乏，土地贫瘠，一年到头长不出多少粮食，悔婚可得趁早。唐顺华语气充满了讥讽，但却是真心实意想劝退江苗。本来得知江家推三阻四要悔婚，唐顺华就已经很愤愤不平了，如今一看这死活不肯嫁的姑娘面黄枯瘦，根本不似传言般漂亮，就更打心眼里觉得这女人配不上自家团长。天天团长那人认死理，非说有承诺在先，不能不认。刘参谋长又拼命撺掇，他本来想的是走个过场，接不到回去就告诉团长这女人不能要，没想到他居然还真就跟着来了。江苗没工夫跟他闲扯，再看一眼大厅的钟表，12点半，抓紧点，应该来得及。扭头一股脑将东西丢给唐顺华，不是吧，真要逃婚？如此急切，连东西都不要了，至于吗？唐顺华看他飞速离开的背影，更生气了，回去必须告诉团营长，这江家的女人真的要不得。就在唐顺华认为这个女人不会再回来时，江苗抱着一大堆东西跑了进来。唐顺华余光瞥了眼，是些大米、猪肉、油菜等食物，肥皂等日常用品。原来是去采购物资了，装模作样，保不齐就是为了去哄骗营长的钱，然后卷钱跑路。江苗没工夫理会他怎么想，他只知道手头那些票是有区域限制的，到了涠洲岛，这些票是用不了的，就算能用，唐顺华都说了，那边物质匮乏，
很多东西恐怕有票有钱都买不到。如今把该用的提前买好，拎在手上沉是沉了点，但能方便以后过日子。足足坐了近20个小时火车，终于在第2天凌晨抵达江州站。出站再划海船，到达涠洲岛时，差点没忍住吐出来。口岸静悄悄的，没什么人。远处传来阵阵拉练声，江苗突然有点恍惚。1天前他还是国内 TOP 1农业大学里的孤寡博士生，1天后他居然就这么嫁人了。这一路他都在想，陈长庚到底病成了啥样？瘫在床上，还是已经奄奄一息了？海岛上清一色的土路，路上有巡逻的士兵，也有赶着去出海河做农活的居民。拎着东西到了住处，是个挺简单的小院，石头垒的房，院里一大块地空荡荡的，屋里生着炊烟袅袅。营长在家吗？来了。应答却是个女生，一个身材苗条、扎着麻花辫的姑娘从里头走出来。顺华哥，这位姐姐是……领了这么个面黄肌瘦的农村女人回来，唐顺华都替陈长庚觉得没面。营长媳妇4个字含在嗓子里，怎么都说不出来。江苗倒落落大方，你好，我叫江苗，陈长庚的新媳妇。对方从上到下打量江苗，眼神带着几分不屑。江苗也看的，这估计就是袁叔所说那个纠缠陈长庚多年的姑娘陆文琪了。我叫陆文琪，和长庚哥一起长大的。长庚哥身体不好，我是来照顾他的。果然是。说完他又皱紧眉，不好意思，江毛姐，你怎么和长庚哥给我看的照片里的人不太像呢？他这么一说，唐顺华也觉得不对了。参谋长明明说人那姑娘白嫩嫩的，长得跟城里人没差别，可眼前这个一看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，而且他居然叫江苗。按照部队的规矩，得知营长有门婚约时，队里就将江家查了一遍。这2次都是他去跑的腿，那2次江婷都忙，他没见到本尊，倒见到了江苗。那次江苗裹着头巾在村头压碾子，他去问路，莫名其妙被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说他们不就是个臭当兵的，有什么好神气的，娶个媳妇闹这么大阵仗。因为头巾遮去了大半张脸，加上他不敢直勾勾盯女同志，所以也就没记清长相。年前再去，没见到这人，却听说村里人她嫁给了一个知青。唐顺华瞬间明白了自己为何会觉得江苗眼熟。你不是团营长要娶的媳妇？原来这是冒牌的。唐顺华更生气了，江家这把他们营长当傻子骗呢。重要的是他还是2婚，可恨的是买车票时他竟然因为极度反感，看都没看票证上的名字，他误了营长啊！骗婚！你们这是骗婚！我现在就去找营长，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！唐顺华扔下2大箱子聘礼让陆文琪看好，掉头就跑。陆文琪满脸警惕，原来是个冒牌货，害他刚刚紧张半天。2人就这样干瞪眼。这时屋里传来一阵哭声。我饿了，要吃饭。长庚爸爸，文琪姐姐，我想吃饭。陆文琪这才想起来自己做的早饭还在锅里，光顾着说话。还有糖糖，这孩子本来就有起床气，醒来见不到人就会哭，都怪江苗扰乱了他的流程。这姑娘果然不简单。看着陆文琪离去的身影，虽然代价这是他本就不打算隐瞒，但这姑娘3句2句就挑出真相，惹得唐顺华对他更加不满。又专门强调他和陈长庚从小一起长大，不就是想表明他俩青梅竹马，让他知难而退吗？还有屋里这娃，应该就是书中提到的陈长庚的养女。对于这孩子，书里也只是寥寥说了几句。大概是陈长庚这养女陈念堂性格很差，从小到大没少给陈长庚惹麻烦。江苗肚子不合时宜的叫了起来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他摇摇头，驱散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。眼下填饱肚子，补充体力才是正事。代价这事，陈长庚能不能接受先放一边。他大老远跑过来，借用一下灶台。江苗瞅瞅手里的鸡和鱼，鸡还能再养一段时间，鱼倒是得尽快吃掉。他朝里屋问了句：借用一下灶台。作为农学专业的博士生，这种田间活物他也是见多了，处理起来得心应手。10几分钟，鱼肉的鲜香从锅里冒出来，刚被烘好的糖糖被香味勾得肚子咕噜咕噜。他从陆文琪的怀里挣脱，屁颠屁颠跑出来，看到陌生面孔，又立马停住，站在那里看着正在接锅的江苗，毫不客气地问：你在做什么好吃的？江苗忍不住感慨，这么可爱的小丫头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书里那副样子的？好雪，霸凌同学。小丫头，吃嘛。糖糖小嘴都张开一半了，又被陆文琪一把拉回去。小孩子最好讨好，一点好吃的就能轻松收买。他陪糖糖快1年了，这好不容易取得孩子的信任。糖糖，忘了你长庚爸爸怎么教你的？陌生人的东西不安全，可能会有毒药的，吃完会肚痛。啊？不好意思哈，实在是糖糖这几天嗓子不舒服，我真不敢乱给他吃东西，万一吃坏了，长庚哥会怪我的。这是怕小孩和他过分亲近呢。反正他也没打算讨好谁，单纯是因为见不得小孩缠着。既然人家不敢吃，那就算了。你做饭还是有点厉害的。营长，就是他。
好家伙，江苗转身看到乌泱泱站着5、6个人，这么大阵仗，是怕他赖着不肯走吗？再仔细扫一圈这几人，2女3男，其中一个是唐顺华，打头那个穿着军装，身姿挺拔，面容俊朗的男人，应该就是她要嫁的人。乖乖，这么高，最少1.85米啊！关键长得还怪好看的，一身军装也怪好看的，就是瞧着有点瘦，脸色有些苍白，估计是生病好的。本来都做好照顾摊子的准备了，没想到这人只是虚弱了些，看来传闻不可信。你叫江苗？我也是江家的女儿，嫁过来也不算违约，不过我的确不是江婷，也不是什么准大学生，之前还嫁过人，你如果无法接受，这婚约作罢即可。陈长庚还没开口，随同一起来的女人之一刘宝珠忽然冷笑一声：农村来的果然不懂礼貌，婚约作罢说的倒像是挺通情达理的，可聘礼你都懂了，来了又把自己当女主人一样开火做饭。另一个随军军医何文文，刘宝珠也是军属，何文文则是陆文琪的同学。这3人平时常在一处，又与陈长庚是老相识。听说陈长庚娶的媳妇是冒牌货，就想过来帮帮腔。看到堂堂手里居然也抓了个包子。文琪，你也是城里来的，怎么这么不注意？小孩子肠胃娇弱，你怎么能叫他乱吃东西呢？还直接用手拿，手上多少细菌呐？这吃到肚子里，那是要生病的。阴阳什么呢？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茶，哪个不是从地里长出来的？怕脏你们干脆餐风饮露算了。我的确是农村来的，那又怎么了？你们哪个不用吃农村人种的庄稼和蔬菜？我没啥文化，听不懂2位高贵的城里人一口一个农村人是要表达什么？莫非是瞧不起劳动人民？聘礼我一分没动，这吃的，包括外面的鸡都是我自己带的。你既然也是江家的女儿，婚约可以作数。本来他如今身陷囹圄，不想拖累人家姑娘，无奈陆文琪一直纠缠，堂堂也确实需要人照顾，加上那件事过了这么久，家里催得急，他确实需要个名义上的老婆。我现在的状况，你愿意嫁过来，我很感激。右手边的屋子是整理过的，你先搬进去，训练场还有事，其他的我晚上回来再说。唐顺华，把外面的行李搬进去。喂，鱼汤了。我是说我给你炖了鱼汤，你不是身体不好吗？可以喝些鱼汤补补营养。陈长庚一怔，没想到江苗居然会如此细心，他赶着去训练场，肯定是没时间坐下来吃饭的，但这是江苗的一份心意。回头把鱼汤带到训练场。长庚，你别怪我媳妇说话不好听，我不针对女人，但作为兄弟，我真得问你一句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你怎么还真让他留下了？虽说你现在的情况是比较麻烦，但刘参谋长都说了这是有隐情，况且你也只是被下放到维州岛，降了个职，来了之后连拍豆都没了，工资福利全照发，这很明显是上头在保你。你这官复原职也就是时间的问题。你说你军官出身，要学问有学问，要本事有本事，想娶什么样的没有？就陆哥他妹文琪，天天围着你打转，人又是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，等高考一恢复，一准能上大学，你俩这才叫门当户对。原先你说这是老头子定的婚约，如今人家女方都找代驾了，明显是想悔婚。我看你干脆顺坡下驴，取消婚约算了。农村2婚还是文盲？瞧瞧刚刚说话那股劲，一看就不是善茬子。把堂堂交给他，你真放心？你不会还是因为那件事吧？你要真是为了和他赌气，才故意应了这门亲事，那就更不值当了。够啊！陈长庚脸突然黑下来，明显不愿再提这话题。赵国良知道那事是他心头逆鳞，也不敢再多嘴。我做什么决心，心里都有数。往后江苗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媳妇，你们说话注点意。陈长庚这栋房子的里屋并不大，陈设也简单，桌子放着一瓶花，江苗过去把里头的花一把拿出来，放到屋外。江毛姐，这是我一大早采来的，每天都要放些在屋里。长庚哥看到这些花心情会好的，你这是不喜欢吗？这花有毒，放在室内对身体不好。有毒？你不会是认错了吧？这就是最普通的花了，岛上很多人家都种，你这样说它有毒，传出去了，人家还以为我要故意害长庚哥呢。江毛姐，你该不会是讨厌我，故意针对我吧？首先，我是来过日子的，不是来宫斗的。其次，这花叫郁丁香，散发出的气味会刺激人的神经系统，导致过敏和气喘咳嗽。你们3个都嗓子不舒服，就是因为它，有点常识吧，大小姐。江苗说完掉头进屋，徒留陆文琪一人风中凌乱。他说神经系统，说话这么专业吗？江苗收拾完刚好睡个觉，20多小时的路程，他没吃好也没睡好，一觉睡到下午3点半。从家里带来的粮食应该还够他们吃几天，但要长久过日子，坐吃山空肯定不是个事。上午从海岸回家这一路他观察过，海岛地广人稀，气候温润，是比较适合种植水稻和一些热带果蔬的。还有院里那片空地，用来栽种些蔬菜也不错呀。
只是这年代种子都由大队统一发放，眼下并不是播种的季节，要找种子还是不容易的。江苗决定出去碰碰运气。读研时，他们课题组就经常去荒郊野外采种，醒了就往外跑，哪像会踏实过日子的，也不知道来问问我们糖糖有没有吃午饭。糖糖啊，这个女人就是来给你当后妈的，你是更喜欢她，还是更喜欢姐姐啊？都喜欢呀。你还喜欢她？屋里那些你最喜欢的花，就是她给扔出来的。她现在能把花扔掉，以后就能把你扔掉，让你再也见不到你长庚爸爸。下午这会儿，田地间还都是在劳作的人。海岛地势起伏不平，山坡丘陵偏多，田地分布也不像平原，气候也不同平原。3月份，田里的冬季稻正在成熟期，眼看还有1个月就要收割，地里的苗子却大面积出现黄叶，倒伏死亡。天杀的老天爷，年年出这事，好好的苗子种下去，挨到该收成的时候就变成这鬼样，这是铁了心要饿死咱们啊！是不是咱们真惹了哪路神仙？去年老孙就说叫我们找个大师来，你们几个都说不用，说人不能一直倒霉，结果你看看。快别瞎说，给别人听到，要说咱们传扬封建迷信的。那是新来的军属，陈营长的新媳妇。一听是军属，大家心里生出几分怪异想法。新来这批军属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，平常往家属院一待，没见哪个下过地。尤其陈营长家里那个陆文琪，日常都没同他们说过几句话，更别说下地干活了。这新媳妇倒新奇，刚来就到农田转悠，瞧着怪接地气的。骗婚的，也是农村来的，还是二婚，听说跟个泼妇似的，可不是个好人，没事少搭理他吧。二婚还是泼妇，这几个要素叠加，离过婚的女人能是什么好人？立马又都用唯恐避之不及的眼神看江苗。江苗这会儿注意力全在稻苗上，认真观察了一番，再抬头看看那些正在劳作的人，他们这是在忙着将死亡的苗子除掉。这稻子犯了病，你们这样搞是没用的，这样稻苗只会越死越多。一个乡下来的二婚女人还搞骗婚，谁会相信她的话？我们种水稻多少年了，怎样搞还用得着你个外乡人叫？瞅你灰头土脸那样，不过也就是个没文化的农村妇女，你又能见过啥世面？这会儿说话像高材生似的，神气什么啊？我的确没见过世面，至少像你这样不识好歹的人，我从前是真没见过。王丽没想到这女人才来异乡就这么不知收敛，人生地不熟的就敢和她这个当地人叫板。她抡起锄头，想打人的心都有了。我是陈营长新娶的媳妇，算是军属，你真把我打了，咱就去村大队好好说道说道。军属是要优待的。听到这句，王丽再气也只能忍着，离开稻田。江苗打算去附近的小山坡上看看，谁知走出去没多远，就听到有人在后面叫他：“营长媳妇。”叫我吗？营长媳妇，我们那稻子还有救吗？已经死的我也没法子，但及时处理，好苗还是能保住的。你行好，救救我家的稻苗吧。张阿婆一听都要哭出来，当即还要给江苗跪下。实在是他们村已经有3、4年没有正经收成了，收成不好，年底大队分成就分不多，家里5、6张嘴，已经3、4年没吃过一顿饱饭，不然他也不会在地里听到江苗那一句话就紧赶慢赶追了出来。别家能干活的人多，挣的工分也多，收成再差也能领到些粮食做粥喝，可我们家收成再差成这样，就只能去啃草皮了。接上集，您这样回去挑着把那些长得不好的苗都拔掉，每棵苗之间的空隙留大些，天黑以后再提着煤油灯去田里走2圈。如果谁家里有鸭子的话，那就更好了，您去借几只放到自家田里，这么坚持个7、8天，稻苗死亡的情况肯定会减少。张阿婆虽然觉得他这主意怪怪的，但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长庚哥，糖糖嗓子一直不舒服，我这半天都在哄她，没有空做饭，对不起，你也别怪苗苗姐，她刚来，总要出去熟悉一下环境，我现在马上就去做饭。这么明着给我上眼力，城里人都这么玩吗？你现在就要吃饭吗？我也没闲着呀，这一下午还不是在为家里未来的生活谋算。陈长庚没想到他会问这个，晃晃手里的饭盒。早上江苗专门让唐顺华给带了足足4个包子，还有1大盒鱼汤。陈长庚倒也没有很饿。不急，我去取柴火。俩人和谐的沟通瞬间让陆文琪成了小丑，他赶紧表示需要我做些什么。去把锅刷了，你这大小姐也是真奇怪，穿得溜光水滑的，做了饭却不及时刷锅。陆文琪被他使唤，心里愤愤，现在假模假式的，他倒要看看江苗要多久才能让陈长庚吃上饭。小孩子最扛不住饿，糖糖这会已经捂着肚子一边敲着碗喊饿了，一会儿孩子哭起来，陈长庚就知道这个女人有多不靠谱了。谁知道江苗做饭很快，怕小孩子饿，江苗利索的盛了一小碗出来。饭前敲桌子是很不礼貌的哦，糖糖是最乖的小朋友，以后不可以这样了哦。小丫头急着吃饭，
自然是乖乖点头。一碗很快见了底，江苗又给盛上一碗。陈长庚诧异地看着小丫头，这还是他头一次看糖糖吃饭吃得这么香。陆文琪连炫2大碗，肚子里有了食，又开始拿腔拿调。毛毛姐，岛上的情况你是知道的，这么吃，这日子能过得下去吗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纯粹为咱们这个家考虑。咱们家，我记得你是姓陆吧？长庚不是姓陈，我是新媳妇，实在也不了解咱们这边的风俗。你们这边流行异姓兄妹一家亲的吗？文琪是我朋友的妹妹，之前是来帮忙的。我早说让你回家学习，你不肯。如今你嫂子也来了，你就回家好好学习。今早我给你哥通了书信，过几天他就来接你回家。陆文琪当即眼圈一红，咬住下唇，气呼呼瞪了江苗一眼，扭头跑到自己房间哭了起来。你跟我进一下卧室，白天没时间跟你说，现在我身上背着指挥失误和思想不端正的锅，很可能一辈子要留在岛上，若再严重，工作都没了也是有可能的。糖糖是我战友的女儿，属于烈士家属，家中近亲都不愿养女娃，她无处可去，实在可怜。我将她接手过来，以后是要给她改姓陈，当做自己亲女儿养的。你家成分简单，几辈都是地地道道的贫农，同你结婚对我有利，刘参谋为我考虑，才促成这桩婚事。你若无法接受，还可以悔婚，明早有船出海，正好能送你回去。别啊！我是说，我愿意，我会用心照顾糖糖，也会让咱们一家子吃饱穿暖。就算你没了工作也无所谓，咱有手有脚，还有那么多聘礼，这么多钱呢，怎样也够咱们撑一段时间的。陈长庚以后大有可为，爱是个妥妥的潜力股，人又帅，人品又好。再说代价是还了戴伯母一家救命针，若悔婚回家，往后指不定大伯母再拿着救命针做什么妖，所以他必须得愿意呀。聘礼是给你的，你自己留着。我现在情况特殊，暂时无法办婚礼。聘礼中许诺的自行车、缝纫机，目前也都没办法兑现，委屈你了。这是家里的资产，你自行支配，家里财政大权归你。但我不谈感情。不谈感情，那也好，反正我也没想好这恋爱该怎么谈，只做表面夫妻倒是没有压力了。家里粮食不多，都存在堂屋木柜里，下一批物资要月底才能到。糖糖是女娃，需要麻烦你和她住，我住隔壁屋，有事叫我。木盒子装着陈长庚全部的家当，江苗捧着木盒，已经在盘算往后的日子该如何过了。进屋看孩子安然的睡着，江苗把那400块钱锁进陈长庚交给他的木盒里，他手上如今还有花剩的嫁妆，4块钱，海岛物资匮乏，想花钱都很难，因此这4块应当足够他花一段时间。收拾完毕，折腾出一身汗，江苗赶紧用锅里的热水给自己泡了个澡，上了床，一股怪味袭来，是汗津津的臭味。小姑娘脸蛋和手都擦过了，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还会有馊味？这至少得2-3个月没洗过澡了。这孩子白日里看着干干净净的，头发扎成2条麻花辫，发尾还扎着2个粉色蝴蝶结，瞧着可洋气了。还觉得陆文琪把孩子照顾得很好，闹半天他每天就做表面工作呀，只给孩子洗手脸，藏在衣服下头的管都不管。看着糖糖熟睡的样子，江苗忍不住有些心疼。今晚肯定是来不及了，明天第一件事就是给糖糖好好洗个澡。洗澡的时候江苗看过了，原主身上的皮肤还是很白皙的，只是那张脸暗黄枯瘦，黑眼圈重的吓人，一副营养不良。不过原主的五官生的却着实精致，若能将气色改善好，绝对能担得起美女2字。如今穿到这里，晚上也没有手机可玩，晚上当然要早些睡觉，补血养颜。第二天一早，陆文琪已经抢先把早饭做好了。陈长庚没吃饭，直接去了训练场。江苗从屋里出来，正想着找个什么理由把陆文琪支走。我有点事，你看着糖糖。江苗看到他藏了个东西在怀里，那形状大体约莫是个饭盒，去给陈长庚送早饭了吗？这是抢着在陈长庚和部队那些人面前刷好感啊！江苗心里有了个数，现在他得抓住陆文琪不在的机会，赶紧给糖糖洗澡。江苗赶紧开始烧热水，糖糖坐在边上看着后妈在忙，心里在想，后妈不会是要把自己放进锅里煮熟吧？文琪阿姨讲的故事中，后妈就是这样吃小孩的，越想越害怕。糖糖，过来啊！我不要被煮，你是坏人，你走！我要文琪姐。这不是煮小孩，是洗澡，洗白白，糖糖就变成更可爱的小公主了。糖糖乖，洗完后妈给你好吃的。隔壁院的方婶听到动静跑过来，眼见堂屋门关的严实，孩子哭声从里头传出来。方秀兰也知道陈长庚娶老婆的事，也知道这媳妇是个冒牌货，来的第一天就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。如今孩子哭得这样大声，她是真不放心，叫上另一家赵有芳，在院门正好听到他们的谈话，感情方才是在洗澡。后妈没骗你吧？闻闻你自己，是不是香喷喷的？洗澡是不是很舒服？嗯。糖糖表现得超棒，中午后妈给你弄好吃的。
方秀兰和赵有芳心里想，瞧着对孩子挺有耐心的，不像坏人啊。你是长庚娶的媳妇吧？我俩就住你们隔壁，我叫方秀兰，这个是赵有芳。听这边有动静，想着过来看看需不需要我们搭把手。原来是方婶和赵婶，昨晚就听长庚说两位婶子热心，我这初来乍到，以后肯定有许多地方需要两位婶子帮忙。好话不要钱，作用却大，没人不爱听好话。方秀兰和赵有芳都受宠若惊。都是邻居，快别客气。两位婶子等一下，我农村来的，也没带啥好东西，这俩肉包子都是家里自己做的，两位拿回去也尝尝。远亲不如近邻，眼下舍出几个包子，等日后邻里关系处好了，好处就多着嘞。哎呦，白面那可是细粮，这年头吃点细粮可不易，何况这还是肉馅的，现在找谁家要点粮，跟要人家命没差别。这女人咋这么大方哟？说话也好听，声音清脆，听着叫人神清气爽。两人一脸惊喜的收下，再看江苗，那就更喜欢了。长庚媳妇啊，以后有啥事你尽管知会一声，咱们能帮肯定都帮。时候不早了，你要不先去给长庚送饭？我看文琪也没在，训练场那地方不方便带娃娃进，你如果不嫌弃，就把糖交给我俩，我们帮你看着。送饭。江苗想起抱着饭盒出门的陆文琪，呵呵，这是又想搞事情，真被他猜中了。这女人还真是偷摸去给陈长庚送饭了，幸好早就猜到他可能去送饭，他就留了个心眼，烧完热水，正好再把肉包子放锅里蒸了，把糖托付给两个婶子。江苗一路打听着网军去，急忙去送饭，倒不是企图跟陆文琪抢夺陈长庚，主要是部队人多眼杂，一个未婚姑娘总是向陈长庚献殷勤，保不齐哪天会惹麻烦，耽误陈长庚仕途。陈长庚的爱情归属他不想管，但事业走向他必须得管。此时训练场上，陈长庚早起一来就觉得大家看他的眼神不太对劲。三营长赵国良支支吾吾，不是我不说，你昨天才交代让我们说话注意点。是跟江苗有关吗？我早说这媳妇就不适合你，你不听，这才来一天，昨天就去地里跟人家老百姓吵了一架。你那媳妇说了，她是军属，是营长媳妇，谁敢惹她，叫人家吃不了兜着走。村里那些有几个好招惹的，这事只怕还没完呢。这话不像江苗会说出来的。队伍里纪律严明，你又在危险期，上头多少双眼睛盯着，这节骨眼上真要闹出欺压百姓的事，你呀，行事向来谨慎妥帖。兄弟劝你一句，这婆娘，你真的再考虑考虑，哪天真让她给耽误了，那多冤啊！看到没，真正适合你的来了，整天给你洗衣服做饭收拾房间，这又专程送饭过来，多好一姑娘啊！看到陆文琪，陈长庚眉头拧得更紧。送饭这事以后你别再管了。陈长庚去年7月底上的岛，陆文琪8月末就到了，帮忙张罗陈营长家里一切事务，每天光送饭就得来2趟。他对陈营长的心思，队里人尽皆知。这姑娘长得好看，都说女追男隔层纱，大家都自然而然地认为陈营长会娶了她。你一个未婚姑娘跟已婚男人走太近，对你名声不好，日后耽误你终身大事，你哥准得跟我翻脸。陈长庚把话说得很明白，也没接饭盒。陆文琪一僵，那么多人看着呢，长庚哥真的一点面子都不给他吗？他眼圈红红的，弄得陈长庚有点心烦。他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可如果陆文琪在军营哭着出去，传出去总会有损军规矩。陈长庚，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，陈长庚看过去，是江苗。这一刻，陈长庚觉得这个声音简直是天籁。警卫员小孙刚好轮岗，把前来巡抚的江苗一路送了过来。文琪，你走的倒是快，我说我一人拿不下，让你帮我一起送一趟，你这人脚程是真快。他故意放大音量，走过去将竹篮子递给陈长庚，又自然地接过陆文琪手中的食盒。这行云流水的操作给陆文琪整懵了，等再反应过来，食盒已经在江苗手里了。陈长庚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一通输出，觉得这个待嫁媳妇好像还怪有意思。若非他捕捉到了陆文琪脸上一闪而过的费解，他真要以为这俩人是商量好一起来给他送饭的了。你说你跑那么快，你手上光拿了一盒粥啊？你哥是爷们，这点饭能够吗？你也是，傻站着干什么？若不是江苗回头时悄悄眨了2下眼，陈长庚真要误认为这女人极快地适应了营长媳妇的身份，并且真心实意地喜欢上了她。我给你带的肉包还有咸菜，凑合吃吧，晚上回家再改善伙食。3言2语，轻描淡写就把他们3人的关系划分得明明白白。士兵们都竖着耳朵听八卦，听到此处，顿时觉得陆文琪没戏上位了。营长也明显更向着自家夫人。行了，你吃，我们俩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再闹今晚就让陈长庚把你送走。江苗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对，我就是故意的。你存了什么心思你自己清楚，你喜欢他是你的事我不管，但你要想沦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料，让陈长庚罪加一等，丢掉职位，你就继续去军营里攀扯，继续去他战友面前哭哭啼啼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
我有没有胡说，你心里最清楚，好歹也是读过书的人，说话做事前动动脑子吧。被戳中了心理，陆文琪本来还不服，听到这里，一股冷气从脊背往上冒。部队里对个人作风要求极高，尤其长庚哥现在背上头盯得紧，今天他如果真在军营哭一场，保不齐要传出什么闲言碎语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我们是军婚，破坏军婚什么下场，不用我告诉你吧。从军营回来，陆文琪安分了不少。陈长庚下班回来，就看到江苗正把菜一个个端上桌，而堂堂则坐在凳子上。难得的乖巧，落日的余晖从堂屋门口照进去，洒在餐桌上，也洒在一大一小两人身上。陈长庚下意识驻足，快进来端饭啊！再简单不过的一句招呼，却让陈长庚感觉到了久违家的温馨。吃完饭，堂堂，我今天给你新做的被子，喜欢吗？好漂亮啊，我好喜欢。江苗和陈长庚都怕孩子摔倒，一个坐在床上，一个站在床下，小心翼翼地护着，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堂堂脚底没踩稳，砰一声就要摔倒，俩人同时往堂堂的方向伸手，结果孩子没接住，这俩却撞了满怀。陈长庚眼看江苗要摔下来，身体比脑袋反应快，伸出手，一只手赶忙去接，柔软的地方感受到结实有力的手臂，江苗脸颊一烫，触电般起身，拉开距离。江苗才洗得早，身上尽是肥皂香，闻着干净清爽，意识到自己方才竟被江苗身上的味道弄得思绪跑偏。那个，你们早点睡。还有，谢谢你，我闻到堂堂身上跟你有同款的肥皂香，你肯定也给堂堂洗了澡，又帮娃娃洗澡，又给他做新被子。我这个当爹的都没关注到细节，你全都留意到了。被劈头盖脸说了那么一次后，陆文琪安定了好些天，白日几乎都闷头躲在自己屋里，偶尔鬼鬼祟祟跑出去一两趟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他不添堵，江苗觉得日子过得舒适多了。这些天，江苗抽时间把家里收拾了一遍，便开始翻松院内的闲置地皮。他开垦小垄，用来栽种油菜，因为没钱，物资又匮乏，海岛上都不建围墙，家家户户都用篱笆将院子圈起来。篱笆能遮挡什么呀？谁家在院里干点啥，路过的都一目了然。看到江苗在锄地，赵有芳直跟村里人夸：长庚媳妇可勤快的，来了没几天，又是做饭，又是洗衣服，这不又开始拾掇上院里那块地了。这活谁不会干？文琪那姑娘不也是一样的忙活吗？忙是都忙，可谁是真在干活，谁是面子功夫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陆文琪上岛也7、8个月了，院里那块地还原模原样的空着，哪像过日子人。咱们岛上住啥部长，他忙半天也是白忙。刘四媳妇和王丽关系不错，得知前2天王丽被江苗对得说不出话，他就对这个江苗意见很大。那王丽也不是什么善茬，从在田里被江苗对后，始终心有怨气，憋了几天，不知又从哪里得了主意，和刘四媳妇一起闹到了军营。他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如同受了天大的委屈。队里正出早操，王丽嗓门大，一哭几个营的战士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刘宝珠和何文文听闻和江苗有关，也领着一群随军家属来凑热闹。动静越闹越大，2营营长孙卫国气喘吁吁跑过来：老陈，快点吧，火烧没毛了，人家闹到营地来了。是因为江苗那事吗？可不嘛，那被骂的俩媳妇在门口又哭又闹，这会儿都要寻死了。你赶紧的，不管想什么办法，先把事平息下来，否则传出去有你好受的。孙卫国越说越觉得江苗这人实打实就是祸害，想吐槽2句，看陈长庚面色不太好。谁都知道陈长庚原来那是北部战区出了名的铁血团长，别看平时说话挺和善，其实骨子里是很不好惹的。这几天正赶上部队考核，他本想忙完这2天好好查查这事，没想到还没腾出手，这俩人就闹了起来。我是江苗男人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长庚媳妇啊，你快别忙了，营地那边出大事了，王丽媳妇带着人去闹了。看他这样，不用问都知道这是必和自己有关系，都闹到军营里了，那他就必须得去瞧瞧了。长庚这会儿再解决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王丽和刘四媳妇出了名的能折腾，部队那些老爷们可对付不了他俩。江苗也是担心这些婆娘1哭2闹3上吊，老爷们有什么铁血手腕都白搭，况且上头有要求，均不得欺民。陈长庚身份在这摆着，说话不方便。陆文琪这时鬼鬼祟祟从屋里钻出来，直接往营地赶。陈营长啊，我们对你可没意见啊，可你那媳妇，我是真怕了她了。她平白无故跑到地里咒我们的水稻，我就说了她一句，她就拿你们官职来压我。我是记得前2天江毛姐去地里来着。江苗走过去白了陆文琪一眼，虽然他什么都没说，但陆文琪就是被他那眼神吓得缩了缩脖子。看到江苗，陈长庚下意识伸手要拦他，他也担心江苗处理不当，将事情闹得不可收拾。江苗却回以一个无比自信的眼神让他安心。就是他，营长你可不能以公谋私啊。指什么指？我这2天是忙着犁地忘记理你了是吧？你要告状，那刚好，
把你们队长也叫来，我也问问，抡起锄头要刨军属，背地骂我是二婚泼妇，是不是破坏军民团结？不就是要比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本事吗？我又不是不会，我还能哭得更加梨花带雨。不愧是农村来的，这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本事，咱们这辈子也学不来。战士们也没见过这场面，又是佩服又是担心自家营长，这媳妇可是很碴子，真没想到冷面营长居然会喜欢这种的。王丽哭又哭不过，好一句破坏军民团结。你牙尖嘴利，我是说不过你，你咋骂我都忍了，但是那水稻是咱们全岛的命根子啊。不是的，快别冤枉了营长媳妇啊，这位同志就是营长媳妇。张善奇循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江苗脸上还挂着泪珠，看着真像受了天大冤屈的。他身形纤瘦，一头墨发在后面编了麻花辫，耳边还余了几根碎发，脸上皮肤虽黄，但整个人的样貌看起来却相当舒服。他和其他军属不大一样，这是张善奇的第一感觉。张队长，营长媳妇那天是去地里给我们想法子就稻苗的，营长媳妇是大功臣啊。同志啊，队里人胡闹，真对不住了。你工分赚够了吗？平常上工就爱偷奸耍滑，今天还敢来军营撒泼打滚，还冤枉人家军属。这时王丽也不敢吱声了，想偷偷摸摸溜走。不用给人家赔礼道歉吗？对不住了，妹子，是我一时犯浑。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却恨透了江苗。陆文琪眼巴巴看着，哪想到本来被指控的江苗突然又变成了大功臣。他算是什么功臣？江苗就是个土包子，岛上这位生产队队长是出了名的黑脸包公，平常铁面无私，对谁都没好脸。看他对江苗礼待有加，陆文琪心里更难受了。陈长庚也很意外，看来这个待嫁媳妇竟还有点本事。他本以为江苗只是平平无奇的农村妇人，想着她不给自己惹祸，在家带个孩子做个饭就行的。办法对你们有帮助就好，有了改善也不能松懈，还得依照我的法子坚持下去。还有，这也是治标不治本，你们栽种秧苗时预留的间距就有问题，秧苗受光、透气都比较困难，这样一发倒飞失。下次栽种时把间距稍微调整些。江苗说话时显得非常专业，把家属院那些人都看呆了。农业知识他们可半点不了解，当地居民倒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，可他们种了这么多年水稻，也只知道水稻总是莫名犯病，并不知道到底为啥。陈长庚不自觉地盯着他看，他发现江苗说那些农业知识时，他整个人好像都在发光。长庚，晚餐炒俩青菜，再蒸碗蛋怎么样？这副老夫老妻的熟忍劲又把陆文琪气得不轻，得到陈长庚的赞同，江苗就打算回家继续翻地。张队长，有事吗？张善奇是因为做农活出彩，才被提拔成大队队长的。平常在队里分派工作、解决纠纷，那都是一把好手，办事雷厉风行，算是个风云人物。但也不知怎的，这位风云人物出岛见大官都不犯怵，单独和江苗说话却红了一张脸，半天憋不出话。张队长啊，怎么称呼你？叫我江苗就好。江苗同志，我看你懂得多。我们村这2年生产问题大，庄稼总出问题，你愿不愿来当我们队的农业技术员？不用下地干活，传授方法就行，也照例给你记工分，年底分红也有你的份。江苗自在琢磨，既然穿输到这鸟不拉屎的穷岛，解决温饱肯定是最重要的。再说村民吃不饱，你想做生意也没地儿做呀。而且眼下距离改革开放还有些时候，加上自己专长就是农业，种地于他而言就是最好的选择。行啊，但我还有个条件，除了分红，每季剩下的种子分我一些，再给我一小块地。行，农业技术员队里都会给配一块试验田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的加入，明天上午8点，辛苦江苗同志到8号地集合，给咱们看一下稻苗究竟咋回事。事情拍板定下，江苗心中也生出几个目标：1. 赚足口粮，让一家子吃饱饭；2. 解决稻田困境，帮村民吃上饭；3. 坚持科学研究，育出更优品种。第二天一早，吃完早饭，陈长庚就带上糖糖和江苗一同出门。陈长庚的意思是，他们不能欠陆文琪太多人情。糖糖今天换了一身长裤长袖，干脆把孩子带在身边，他在地里忙，让丫头在地头玩就好。70、80年代，农村的孩子都是这么长大的。糖糖，等一下渴了就喝水，饿了吃饼，有事就大声喊，后妈听到就会过来。安排好就看到张善奇从另1号地过来，江苗就起身走过去。你那法子好使，究竟是什么原理？主要就是见光透气，再者鸡鸭是这东西的天敌，每日放些鸡鸭进来，一来养鸡养鸭能给大队增收，二来也能防治病虫害。确实是巧宗。这些死苗得除，但也有技巧，每株苗之间就隔这么远，死苗堆放在一起进行火烧，不然那虫子死灰复燃，田里的好苗还得遭殃。他边说边干，动作极其利落，又让张善奇止不住在心里称赞。你们都过来，按照江苗同志的法子去干。江苗细心地指导众人怎么下手，村里这些人到底是干过多年农活的，稍微一教，
立马知道该怎么料理稻苗。你要的地我准备好了，去看看吗？糖糖此时正和小伙伴们玩得高兴，要不要跟我去另一块地？让他们一块玩吧，我们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，孩子丢不了。就是他玩得高兴呢，非把他拉走，他准得哭。看糖糖那意思也是不愿意走，江苗想着去立马就回，应当不会有事，交代了几句让他别乱跑，就跟着张队长和刘栋他们往试验田走。你要的种子都在大队，上一季分完余下的也不多了，我去看了眼，种子质量一般，你先凑合着，再过2个多月夏季种也该播下来了，到时候我再给你流血。没事。这能瞧出什么？土壤发红，这是典型的砖红壤，酸性高，土壤易流失，有机物不足，微生物活性应当也不会太高。啥？什么酸性？这土还分酸甜味吗？江苗同志，你真没念过大学吗？刘栋总觉得这种听起来陌生又有点厉害的词汇，只有大学生才说得出来。瞧他们满脸疑惑，江苗才回过神，这不是在搞科研，身边的也不是实验室的师兄妹，他一时沉浸，倒忘了这样说不够直白明了。就是说这土壤不是肥土，这样的地种庄稼很难长好。难怪我们村产量总上不去，感情这土就有问题，可种子有问题能换，耕种方式有问题能改，土壤有问题能咋办？有问题就有法子，施些木薯炭灰、甘蔗渣灰或者石灰粉下去就能改善。江苗这句话又给张善奇和刘栋吃了颗定心丸，赵武心里却没当回事，他始终没法完全信任一个没啥学问，瞧着年岁又比他小、经验不充足的女人。打起来了，营长媳妇，快点吧！糖糖叫人给打了，流了不少血，几个孩子现在还在撕扯呢，我们怎么都拉不开，你快去看看。什么？江苗一颗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来不及多问，立马往回赶。他满脑子只有流血2个字。江苗也不管什么形象不形象，挤进人群，群的哭声扫了眼，3个小男孩仰头，扯着嗓门卖命的嚎。3人身后的2个妇人红着脸，喋喋不休。陆文琪比他到得早，这会儿正在和2人争吵。江苗没工夫搭理，赶紧看糖糖，这小丫头额头破了触皮，伤口向外淌着血，右侧脸颊红肿一片，上头赫然是个掌印。这巴掌谁打的？叫唤什么？我打的怎么了？小丫头片子狗脸酸，小孩子随口说句玩笑就翻脸打人，这么没教养，我帮你们管教。这2声干脆洪亮，何春红都被打懵了。村里人平常纠纷不少，但多数也是打嘴仗，这种直接招呼大嘴巴的，其他人眼珠子差点掉地上。这女人真是个狠角色呀，连糖糖都被惊了一跳。何春红哪里受过这委屈？你敢打我？你竟然敢打我！小孩子打架，大人掺和，以大欺小，我扇你都是轻的。当后妈的，要这点解决问题的本事都没有，那往后只能被更多人欺负。他把糖糖拉过来，闭嘴！你们怎么说都是一面之词。糖糖，你告诉妈妈，到底为什么打架？小丫头憋了半天，这会儿看江苗独当一面，好似真在护着她，声音一下子哽咽起来。他们说我是野孩子，没爹没妈。这话可难听，大家伙都直咂嘴。张善奇明眼看着，这回是真的生气，好不容易请来个高手，村里这些人就是不安分，3天2头闹腾，万一闹得人家不肯帮忙了，可怎么办？刘栋，你赶紧领着江苗和糖糖去卫生院，花销全从和春红与杜芳家的公分里扣。凭什么？人家一个是营长媳妇，一个是营长闺女，也就是人营长大气，要真找上门来，看你还怎么豪横。活了30多年了，这嘴也该有个把门的。这种编排人的话往后谁再说，有一次扣一次公分。你甭管想啥法，给人家道歉去，啥时候人家大人孩子原谅你，啥时候算。陈长庚得了信回来时，江苗和糖糖已经被送回了家。江苗也因为心里走路把脚也歪了，糖糖这会老老实实缩在墙角。他想回家后准要挨训，因为平时陆文琪总告诉他，女孩子不可以打架闹事，那样就不是淑女了。糖糖都做好了挨打挨骂的准备。疼吧？别人打骂你是要还手，甭管啥后果，有你长庚爸爸和我兜着。但下次咱还可以再聪明些，瞧着打不过就不硬碰硬，等请了帮手再说。他才不会告诉孩子要隐忍，什么吃亏是福，这话他从不信。能吃亏的人只会吃越来越多的亏。打架方面后妈经验多得很，往后再慢慢传授。不过糖糖，你说今天张宝他们做的对吗？对了，所以我们糖糖千万不能同他们学。咱们不怕事，但也坚决不能带头去欺负别人，知道吗？小丫头似懂非懂，一墙之隔。陈长庚听完了这些话，心中感触颇多，敲开门进去，看到一大一小坐在床上。来前他已经了解了来龙去脉，路上也劝自己，邻居间的磕绊千万别动火。可看到俩人这样，要找人算账的念头直冲天灵盖。我俩是吃了亏，可他们也没占便宜，一个村住的，至少得给张队长点面子。先这么着吧，往后再不老实，我也有的是法子对付他们。对了，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
陈长庚别开视线。是啊，他为什么扔下工作，直接就回来了？陈长庚也是这时候才有时间反思一下自己的异常举动。他原本在带队训练，得知这娘俩被人打了，二话不说就赶了回来。如此焦急，难道是因为担心他们？担心堂堂上情有可原，可江苗呢？一定是因为他是自己名义上的老婆，作为名义上的老公，关心妻子很正常。反复在心里念了几遍，陈长庚还是不愿说自己是因为他俩受伤才特意赶回来的。凑巧有事。哦，这么巧啊。陈长庚没多说什么，他抽空出来的，还得再及时赶回去。回到营地，满脑子都是江苗和堂堂受伤的样子。一贯认真严肃的陈大营常人生头一次在工作时间溜号了。陈长庚寻思了片刻，叫来唐顺华，想着江苗脚上有伤不便行动，陈长庚晚上特地从营里带了饭回来，顺便拿的。接过一看，是跌打扭伤的药膏和消肿止痛的。江苗眼中溢出感激，陈长庚立马板出冷漠脸，都是顺手拿的，你我搭伙过日子，彼此照应是应当的，你不用多想。放心，我有职业操守，说不谈感情便不会谈。这是他最想听到的答案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，他心里却没有想象中的放松感，反而生出些许别扭。过些日子物资就到了。哦，挺好的。江苗脚伤不便，连着7、8天没去地里，指点耕种的方式就由亲力亲为变成了张善奇传话，幸而也没耽误事。稻苗一日好过一日，张善奇也不知从哪儿寻了升石灰粉来，就等着听江苗的指导撒到地里。江苗思来想去，传话叮嘱他一定要把石灰粉妥善保存在干燥处。台历一页页往下撕，还剩2张时，陈长庚带回来的消息：物资明天下来，陆武安跟传过来，顺便接走陆文琪。武安跟我一块长大的，明儿留他在家吃个饭。你脚不方便，我还是从食堂拿饭吧。别呀，人家大老远来一趟，咋能给人家吃食堂饭呢？其实是江苗还有别的算计。外屋正在吃饭的陆文琪听到这个消息，手里饭碗滑落在地，摔个粉碎。长庚哥，你真要赶我走吗？陈长庚皱紧眉头，江苗却不在意，由他闹吧，他一直这样任性下去才好。第二天一早，陈长庚、二营长孙卫国各自领了一班去码头接物资，政委孔令也跟着一起去。出发时还风高云淡，天气晴朗，转眼的风肆虐。陆文琪在海岛待了7、8个月，一看这趟就知道这是赶上风暴了，他急得在家来回的转悠。江苗也急，他没见过海上风暴。我哥和长庚哥不会有危险吧？我得去找他们。别去。江苗一时没拉住陆文琪，他一头扎进雨里，看得江苗是真心无语。这个女人除了添乱，真没其他优点。海岛上的驻军，人家指定有一套应对风暴的方案，现在追过去，除了给陈长庚他们添麻烦，还能干啥？江苗皱眉看了眼细密的雨，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，赶忙撑把伞出去敲开了方秀兰家的门。是，家里有家访。江苗敲完方秀兰和赵有芳的门，回头正看到紧挨着的两户人家也开着门，2个女人伸着脖子往外张望，一看就是军属，而且瞧他们这紧张样，估摸着他们男人指定也去了码头。江苗来不及问俩人的身份，家里有大一点的锅吗？长庚，今儿可真够惊险的，我这来看你一趟可不易啊。陆武安从船上下来，拍了拍陈长庚肩膀，却看他脸色不大好，再一看自己亲妹妹浑身湿漉漉的坐在地上，满脸心虚的样子。哎，面粉没了就没了，好歹人是没事，今儿也算是有惊无险，赶紧把物资送回军营吧。这时候远远的又来了个人，撑着把伞，看身形是江苗。刚因为陆文琪屋里会工作，再看到江苗，战士们都有点怕，这不会又要来给他们添麻烦吧？这雨凉，我家里熬了姜汤，送完物资回家去喝。战士们一听，原来营长媳妇不是来添乱的，而是来送温暖的。淋一场雨后喝上一碗姜汤，那是再好不过的。营长媳妇还真贴心啊。还是娶媳妇好啊，还有人给煮姜汤。嫂子，我们也冷着呢，有没有我们的份啊？有，都有，忙完去家里喝。江苗笑吟吟的，最后将目光落在陈长庚身边的男人身上，与陈长庚如出一辙的板正，但气质样貌与他却不是同一款。陈长庚是鹦鹉，这人应当算儒雅。是文琪的哥哥吧？陆武安早就在观察他，他打小就知道陈长庚有桩婚约，他专程过来，除了应邀接妹妹，也有要考察一下兄弟媳妇的意思。他带着偏见来，一见到真人，要说的话全没了。这人和传说中不太一样。妹妹说他刁蛮小家子气，可这他明明大方又周到。看够了没有？我媳妇在跟你说话呢。啊，我这光惦记那些物资了，我的错，弟妹，我叫陆武安。没事，陆大哥，这说话不方便，有什么等回了家再说。你们先忙吧。部队的人干活都利索，那点物资很快就运输完毕。大家伙忙完了，如约来家里喝姜汤。嫂子好，我说家里怎么大门紧闭，感情发姜汤，这事还有你俩的份呢。对了，
小江同志还不认识吧？那位是李团长的夫人，这位是……就你话多，得了，你快打住吧。我最不爱听你们这种打官腔的介绍法子。江毛妹子，我叫石秀，是老孔媳妇，这位是陈丽，李团长家的。原来都是领导媳妇，瞧着这2位领导媳妇倒像是好相处的。2位嫂子好。小陈，要不说不识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？你这媳妇跟你一样，临危不乱，外头狂风暴雨的，我俩干着急，还是妹子说熬姜汤，我俩才想起来。哎，论贴心周到，我们还真不如小江啊。陈长庚听了这话，盯着江苗看，他确实比自己预想的更细心。石秀看他们2个默契的眼神，立马打趣：哟哟哟，这汤还专门多给添了片姜，怎么着？淋了雨，开始担心了。要我说啊，你把心放肚子，你们家陈营长那体格全团最棒，淋这点雨对他来说不算啥。我媳妇那是心疼我。陈长庚私底下说过他们不谈感情，但面上该装的也得装，因为只有他这个当爷们的给足了珍视和在意，外头那些人才不会继续贬低议论江苗。嫂子，你俩快别逗他了，苗苗他脸薄。哟，这就互上了，也不知道是谁。去年饭桌上还跟我们家老孔说看透了，一个人也挺好，不想结婚，怎么着？现在那些年受的情伤都好了，不说这话了。情伤？江苗抬头看陈长庚，石秀发觉自己说错话，赶紧转移话题。你俩和和美美的就好，来继续喝汤吧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屋里换衣服的陆文琪气得几乎咬碎一口大白牙。凭什么所有人都开始围着江苗转？明明按照计划，大家应该被他危难时刻与他们并肩作战所感动的。明明最开始我才是肤白貌美、温柔体贴的知识女性，明明我才是最配合长庚哥站在一起的。不，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把长庚哥抢回来。这种暧昧话题再说下去可真要没完没了。虽然江苗并不介意和陈长庚本人搞暧昧，但眼下他确实还有更关心的事。这送一趟物资，劳神费力，风险还很大。趁着政委和2个营长都在，政委，其实岛上气候温暖湿润，很多蔬菜水果都可以种植，你们就没想过自己种点东西吗？怎么会没想过？我们上岛3年多了，开始老孔和老李也说自己种地，可那庄稼隔3差5闹病，蔬菜水果长得也不好。队里没有种地高手，我们这些随军的也是门外汉，找不出原因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一季下来，收成都不够1个排的口粮。嫂子，原先队里没种的高手，现在可不一样了。石秀和陈丽对视一眼，没明白。营长夫人会啊，听说嫂子这几天带着村里人搞生产，把困扰他们多年的水稻问题都给解决了。张队长对外都称呼咱们营长夫人是高人呢。宋城人称全团百小通，消息那不是一般的灵通。真的吗？石秀和陈丽顿时感觉看到了新的希望。江苗有心带队搞生产，这回也不谦虚，没那么夸张，但也确实懂点。岛上荒地不少，营地附近的空地也不小，好好利用也能生产不少粮食。组织允许的话，我想试试。这肯定是好事，不成没啥损失，成了那将会给组织节省多大一笔开销啊！到时候大家再也不用每月月底都为物资提心吊胆了。孔令政委心有所动，可种地这是他们试了多少年都没能成功，他也实在不敢抱太大希望。这是我一个人没法当家，下来我跟老李商量商量。不管怎样，你有这份心，就说明觉悟挺高。长庚啊，你小子还真是讨了个好老婆。喝了姜汤，大家不再叨扰，回了营地，还得继续清点物资。傍晚，陈长庚才带着陆安一起回来。江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，岛上其他物资匮乏，但是海鱼海鲜挺多。看不出来你还挺有心思啊！别以为你使点小恩小惠就能笼络人心。长庚哥不吃你这套，他对你好是因为他这个人责任心重，就算是条狗进了他家的大门，他也会好好照顾。他根本就不喜欢你啊！文琪妹妹，你说谁不喜欢谁？江苗咔嚓用力挥了2下饭铲，故意扯着嗓门问。屋里果然立马传来一声：“文琪，又跟你嫂子乱说什么呢？”陆文琪打小就由这个带了6岁的哥哥带着，亲哥宠是宠，但该严厉的时候也是半点不含糊，所以他多少还是有些怕陆武安。啊，没说什么。长庚，你给陆大哥夹菜，陆大哥可别客气。嫂子，你这可太破费了，还蒸了香喷喷的大米饭，我都快流口水了。这年头，无论在哪要吃米饭都是不易的。陆武安禁不住感叹：“快吃吧，长庚哥，多吃菜。”陆武安脸又沉了沉，他重重咳了2声，可惜陆文琪全当没听到。长庚哥，我记得你从小就不喜欢吃蒜，姜毛姐也太粗心了，居然放了这么多蒜末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上面的我都挑干净了，你可以放心吃。他微笑着把菜夹过去，陈长庚却遮住碗。人的口味是会变的。陆文琪那筷子菜悬在半空，
尴尬的要死。他从小就没受过这委屈。陆武安心里窝着火，想赌气不管他，到底是没舍得。陆武安憋了半天，吃完饭终于忍无可忍，一把拉走还预备在陈长庚面前刷存在感的陆文琪。哥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让你别再给我惹事，好歹也是书香世家出来的，你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？我看我是把你宠坏了，人家俩和和美美，这家里实在容不下你了。正好我也问了上头，恢复高考这是板上钉钉，你也该回去好好复习了。明天一早出发，你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陆武安这人雷厉风行，说带走陆文琪还真就不容半分反驳。第二天一早，临走前叫着陈长庚说了几句话，陆文琪咬牙切齿，恨恨地瞪着前来送行的江苗。你别得意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长庚哥喜欢的就不是你这种类型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心里一直都装着另一个人，那是他的白月光。目送兄妹俩上船，江苗还是被那句白月光扰乱了思绪，以至于陈长庚同他说话，他都没听到。江苗在想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这是陆武安给的份子钱，说给你的。接过钱的一瞬间，江苗忍不住生出几分歉疚。这些日子他故意不计较陆文琪在饭桌上狼吞虎咽的行为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因为只有让陆武安亲眼看到陆文琪娇蛮任性的样子，他才能下定决心带走他。说到底，这次确实是他算计了陆武安，只能日后有机会再偿还了。这几天江苗一直养伤，张队长又交代了谁都不许去打扰他。好不容易见到人，不少村民都围过来，争着抢着问江苗稻田的问题。江苗耐着心思一一解答，最后对上了何春红那张脸。受张善琪要求，他必须得到江苗原谅，否则就要被扣工分。所以何春红这几天变着法子找江苗，奈何几次登门都被拒绝，他只能出此下策，强忍着心痛递上一小篮子鸡蛋。大妹子，你就原谅姐姐吧。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往后只要你们不来招惹，我肯定也不会给你们找麻烦。东西你拿回去吧。那你的意思是原谅我了？江苗没再搭理他。何春红一口一个大妹子，真是大人有大量。等人一走远了，立马狠狠唾一口。我呸！穷的是什么？要不是张队长看中你，能叫你这样耀武扬威吗？远远看到这一幕，王丽撂下锄头跑过来。你也真给他脸，拿了这么些鸡蛋，他配吗？队长给他脸，人家爷们又是营长，我就是个平头老百姓，胳膊拗不过人家大腿啊。呸！营长怎么了？队长看中还不是因为他能解决水稻的麻烦，大家把他捧得跟神仙似的。实际上他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我都跟人家反复确认过了，他跟咱一样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，什么高手？我呸！水稻这事是他运气好，他还能回运气好，你等着吧，他早晚就得从高处摔下来，到时候没了高手这顶帽子，乔队长还捧不捧他？瞧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何春红还挺好奇。王丽眼一眯，凑到他耳边很得意地说了几句，何春红立马眉开眼笑。还是你厉害，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军营那边，孔令一大早就把江苗的意见转达给李立国，同孔令一样，李立国也觉得主意不错，但部队不是一言堂，况且这是真要落地，那还得向上面打申请要种子，还得安排战士耕种。李立国决定开会商讨一下。上午江苗提议部队重新种地，这事就在营地传开了。这几天江苗倒成团里的风云人物了。玲姐，你听说没？昨儿大暴雨，他专程给2个班的人熬了一大锅姜汤，今儿又提议重新种地。原来我觉得全团都挺反感他的，这2天风向肉眼可见的变了，好些战士都夸他人好，还有本事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看这农村来的大老粗真要成咱们团最受欢迎的人了。是吗？那挺好的呀。田艳玲笑吟吟，但何文文却注意到了他逐渐捏紧的手。这种关系全团的重要事件，自然要各个部门全参与。不过作为家属，一营长陈长庚不能参加。种地能造福全营，赞同的声音与意料一样超过半数。李立国正要宣布结果。等等，团长，我觉得这事其实不能太着急。江苗同志是好心，但他年轻气盛，难免一时热血上头做主意。可种地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完成的，这万一咱们拍板决定开工，江苗同志后面泄了气，到时候他退也不好，进也不好，不是左右为难吗？再说最近团里训练任务重，再加个种地，战士会更辛苦。江苗同志是有本事的，可他有多大的本事咱也不清楚。要真有把握能种出名堂还行，万一又是白忙一场，保不齐战士们要生怨言，恐怕要影响全团风气。我建议咱先设个考察期，一方面派人去核实一下江苗同志的能力，另一方面也让他冷静琢磨一下是不是真想种地。我就是厚着脸皮提个意见，听与不听都没关系，你们可别被我影响心情。田艳玲是宣传部的主任，年纪轻轻便能当上主任，可知她能力不凡。她老家又是江南一带的，
生了一副典型的江南美人样，说话轻柔又很爱笑，团里没人不喜欢他。他这番分析很有道理，大家立马点头。团长如果信得过，我愿意接了这活。得知居然还要给江苗设置考察期，陈长庚立刻皱了眉。团长是直来直去的性子，日常工作一贯是粗线条，考察期这么细致的安排，绝对不是他的想法。他猜这里头八成有事，团里挺多人各怀心思，尤其那些文职部门的合院里的军属，他有点不愿意江苗再去淌这趟浑水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呗。他这人就是一身反骨，越有人横加阻拦，他越要奋力一试。看他斗志昂扬，陈长庚也不好再劝。是江苗同志吧？刚锁好门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很温柔的声音，扭头一看，是个陌生面。我是江苗，您是团里来的吧？难怪他们都说长庚的新媳妇聪明，你猜对了，我是团里来的，我叫田艳玲，比长庚大2岁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就和他们一样，叫我玲姐好了。这就是长庚收养的小闺女吧？真可爱。来，玲姨给小乖糖吃。经过这些日子的言传身教，糖糖也在不知不觉间形成了对江苗的信任。他下意识抬头看江苗，吃吧，接了糖要和阿姨说什么呀？谢谢阿姨。哎呦，真懂事，长庚娶了你，可真是有福了。瞧瞧，把这小闺女养得多好啊！田艳玲相当的自来熟。你这是要去哪？去地里帮忙。今天是约好向地里撒生石灰的日子，他着急过去。那刚好，我和你一块。都怨团里非要添设个考察期，还把我指派过来担了这活儿。你说你有心种地改善部队伙食，这是多好的事啊！这考核简直多此一举。团里有团里的考量吧，我理解。你这脾气也真够好的，要换了别人，好心帮团里解决困难，结果还不被信任，说什么只有经过考察才行，估计早翻脸不干了。那次我跟你一见如故，你不用紧张，考察这事咱就当走个过场，不用太当真。谢谢玲姐，不过咱们还是公事公办，我也不能给你惹麻烦不是？怪不得挺多人都说你好，你是真善解人意。不过说真的，你怎么想到要种地的？这活可不轻松，你一个女人家风里来雨里去，多辛苦啊！咱团的种地史你还不了解吧？这倒怪得很，真是种啥啥不长。你把我当姐，我也给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你啊，最好是别管这茬，因为想在这块地上种出东西来，真是比登天还难。这样吗？田艳玲以为自己终于动摇了江苗种地的念头，连忙点头。那我更想试试了。玲姐，你不知道，我最喜欢挑战有难度的事情了。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江苗同志，快过来，出事了！我得赶快去工作了。拉着糖糖匆匆而去，止于下表情逐渐崩裂的田艳玲，她没想到江苗居然油盐不进，费了这么多口舌都没能打消他种地的念头。长庚媳妇，你可来了，你快瞧瞧。地上摆着用来装生石灰的麻袋，整个袋子湿漉漉的。江苗心里咯噔一下，暗道不好，探头往敞开的袋口里一瞧，里面的生石灰果然全变成了粉末，而且分量也比原来少了一半。我们记着你说的，专门把这袋子生石灰放到存粮的仓库里，可昨天又是狂风又是暴雨的，凑巧生石灰正上方那块屋顶破了个洞，这点石灰全被泡了，这还能用吗？能用个鬼！如果才泡过水便立即使用那还能行，可现在放了一晚上加一早上，生石灰早就变成了碳酸钙，可惜了这袋子生石灰。虽然相比于粮食，生石灰在这时候不算啥紧跳货，但海岛交通不便，岛上又没有水泥代销厂，也没什么工厂，要买生石灰还是不容易的。过几天我再去江州市买一批，不过这样就只能再等一段时间了。没事，乡下的粮仓那是相当重要的，尤其再有不到1个月，稻子就要收割，这档口大队肯定要时常检修粮仓。再说，就算屋顶真扛不住风雨漏了，粮仓那么大，怎么就这么凑巧，只有石灰粉正对的地方坏了？余光瞥见人群中王丽悄悄往后躲了一下，江苗心里有点数了。哎，怎么就这么凑巧呢？亏的不是人为的，不然妨碍集体生产，这罪过也不小呢。这句话吓得王丽一个哆嗦。石灰粉施到地里就能改善土壤，这是闻所未闻。他认为石灰粉不重要，对生产影响不大，这才动的手。完全没想到这事居然闹这么严重。见王丽白着脸，神情恍惚，江苗又冷笑一声，反正他这话一说，张善琪心里指定是埋了怀疑的种子，后面的事就不用他再操心。也不一定非要用石灰粉，谁家生火烧出的草木灰，收集起来也埋到土里，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。再就是有机肥。啥是有机肥啊？就是粪便。你直接说是粪坑里东西就行了呗。那东西我们确实也往地里填。大队长，这回你可不能再怪我们总把田里弄得臭烘烘了，这是人家小江同志的主意。施肥这活也得分派下去，
但怎么分派，派给谁，这就有问题了。毕竟谁也不愿意整天去掏粪水。要我说，干脆谁犯了错叫谁去，既是惩罚，也更公平。这话一说，王丽、何春红就禁不住一哆嗦。果然，张善琪看向他俩，刘栋带人把化粪池重新起开，这周开始你俩就负责去厕所把粪水挑到化粪池里。啊，队长，别啊，我干不来这活，你让我去除草吧，我除草最厉害了。何春红光想想粪坑那味儿就想吐。队长，我以后再不惹事了。俩人喊得声嘶力竭，这反而让张善琪认定了这是个极其正确的决定。队长，我们妇道人家，干这活不？如果我是你，现在就不会继续闹。毕竟如果被张队长发现你故意水淹石灰粉，耽误生产进度，应该就不只是去掏粪这么简单了。你别瞎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缺德事还是少干点好，不然哪天遭天谴，哭都没地哭。王丽和何春红当然没能改变去掏粪的命运。当天傍晚，就看到这俩人推着粪车进了公共厕所。你不会打算让我一个人全干完吧？队长可说了，这是咱俩人的活。王丽本来就烦，被他一催更没好气。我又没说不干，你催命呢？本就塑料的姐妹情这下子几乎要直接崩盘。村里其他人看在眼里，都在心中暗骂活该。刘四媳妇、何春红、王丽，再加上一个前不久刚刚嫁去隔壁村的赵兰，这几个是出了名的不爱干活，专爱挑事，哪家闹点矛盾，他们就得去挑拨，还都是占便宜没够的主。村里人把他们厌恶透了，却还拿他们没辙。好容易等到俩人遭罪，心里别提多畅快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有机肥和草木灰如计划般填埋入土，稻苗也日渐金黄。张善琪所以他打算直接去江州来一次大采买。原先买这些都是他负责挑选，这次他打算带上江苗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短暂几次接触，他觉得江苗这人应该不简单。张善琪说出自己的想法，江苗是否会同意一起去，他也没太大把握，因为大采买得出岛。可以，后天一早出发对吧？我明天跟张大队要出岛一趟。刚好发了上个月的工资，88块钱你自己看着花，把这2张票找地方换成浙北市的票，找邮局寄回去。结婚后我也没给伯父伯母买过什么，这些算是一点心意，剩下往后有机会再找不。江苗没想到他会说这个，契约夫妻而已。还有那块表，你一直压在箱里，若不喜欢就一起邮回去。我记得你应该有个弟弟，他带也合适。江苗下意识摸摸手腕，这男人平时瞧着就是糙汉一个，没想到心思还怪细腻的。我只是尽到一个做女婿的职业，你……我别多想是吧？放心，陈大营长，我都知道。这男人别扭死他算了。隔天早上7点，江苗把糖糖叫醒，送去石秀家里，就和张善琪一起踏上了去江州市的路。同行的还有刘栋，一方面多个人能多份力，到时候买了农具也方便带回来；另一方面，张善琪也是担心他俩单独出行，传出去会影响江苗的名声。坐船抵达江州港时已经是上午9点多了，既然是为公事而来，自然就得先忙正事。农机市场新来了一批农药，据说知道飞是再好不过，还有新研制的专门防止韭菜长虫的药，喷上后那韭菜长得老干净了。上午9点多，这个时间就意味着他们已经丧失了抢购物资的绝佳时间。江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他从未参与过这个时代的大抢购，于是主动提出去角落处等他们。嚷嚷什么？你们全用嘴买东西吗？农药全都限购，每队只能采购2种，每种1瓶。敌敌畏、毒死批拍、1605都各剩10瓶了，后面的别再往前头挤了，你挤过来，没有的也还是没有，不如趁早回家，省得浪费功夫。作为农学博士，江苗对这几个名字再熟悉不过，他也深刻记得敌敌畏这种药在70、80年代确实很火。可是这些药物在杀虫方面成效显著，但其中所带的剧毒对人体，作为接受过绿色农业教育的人，他并不提倡使用这种含有剧毒的药物来防治病虫害。但他也理解，这个年代大家毕竟都饿怕了，只想能尽快提升粮食产量，吃饱肚子，谁管那粮食健不健康。但是1605不一样，这药确实能有效防治韭菜的病虫害，也能让韭菜长得鲜嫩，但施用过这种药的韭菜，人吃了会拉肚子。同志，别的我都不要，给我拿2瓶1605行不？这药可神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就买这个，买回去种韭菜，你们队未来就有吃不完的菜。真有这么顶用吗？队长，咱们还是买敌敌畏和毒死皮吧，咱队水稻问题比较严重，这2种药在抑制水稻病虫害方面有奇效。这谁啊？你媳妇吗？行啊，老张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是吧？一下子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姑娘当老婆。别瞎说，这是我们岛上的军属江苗同志，这是江州市平山县大队队长宋平川。哎呦，怪我，原来是军属，真不好意思哈。
不过听方才那话，军属同志平常应该不咋种地吧？地里的事还是知道的少。跟你说，这1605可是好药，你别丢了芝麻捡西瓜。你们对这一季收成还不行，大家都一样。我们县今年也犯了邪，前面新引进的芒果树，今年开的花全都发黑掉落，愁的我也是半宿半宿睡不着。慢慢来，总能解决。今儿来市里就不说这不开心的，一会儿买了东西先别走。上回你帮我抢收，这恩情我还没还呢。今儿说啥也得请你们吃个饭，顺便也当是请这位军属同志。宋大哥，1605那药你们队里用过吗？没，但北边很多大队都在用。传出来是一回事，自己用又是另一回事。越好用的药，毒性越大。这东西这么好使，保不准会危害生命。我觉得最好还是先别乱试。宋平川根本不信，甚至还有点不大满意。你觉得？你还是年轻啊，军属同志啊，地里的事你不懂，就还是别乱插手了。江苗肯定是不能直说这药会让人拉肚子，到时候没人信不说，搞不好还会引人怀疑。宋平川非不听，那他也爱莫能助。江苗同志，我们相信你，今天就买瓶敌敌畏和毒死皮。至于镰刀和喷雾器等农具，江苗也认真细致地跟着再三查看，才定下来到底买哪些。折腾完已经10点多了。张队长，吃饭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，我去一趟百货大楼，我们分头走，中午在国营饭店再会合。江苗想抓紧时间去趟百货大楼，把要买的东西买好，然后再去给爹娘邮寄信和东西。好，我们去买石灰粉，11点在红灯笼国营饭店门口见。江苗今儿要干的事还真不少。这第一件就是将连夜写好的举报信送去华贸钢铁厂。投递完毕，江苗心情舒畅地往国营商店走。离开钢铁厂大门时，许林涛也正好来交材料。从厂里出来，远远看到个无比熟悉的背影。江苗，他不是随军去了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该不会是嫁过去以后，发现对方比不上我又想复婚，现在专门追过来找我吧？许林涛心里咯噔一下，好不容易摆脱了清水村，可千万不能再被江苗给缠上。他当即掉头，第一时间是想躲起来，千万别被江苗看到。这疯婆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万一找不到我，她到处胡闹乱说话，坏了我的名声怎么办？不行，还是得追上去，把话说清楚，让她趁早断了念想，死了心，该回哪里回哪里去。这个土包子还知道来逛百货大楼，逛也是白逛，这里头的东西他能买得起吗？把他自己卖了都买不起吧？百货大楼人多眼杂，于是许林涛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。他想的是江苗那个土包子没钱，买不起东西，肯定很快就会出来。没想到左等右等也不见人影，他哪里知道江苗此时正在里头大买特买呢。他确实还没赚什么钱，但没办法，他男人有钱啊，每月能拿回来88块钱，都不用动积蓄，也不用动自己的小金库，这88块钱就足够他花个畅快。一通采购总共花了30多块钱。江苗拎着大包小包从里头出来时，许林涛都惊呆了。站住！嚯，前夫哥还主动找上门来了。江苗好整以暇地看着他，许林涛这时才发现，不过近1个月没见，江苗竟好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这女人现在皮肤不再像之前一样枯黄，光洁的脸颊透着粉嫩，看起来精气神满满，身上穿的小碎花裙外穿了一件薄开衫，衣服整洁，居然有几分干练。江苗变漂亮了，但再漂亮，她也是个没文化的土包子。江苗，你嫁了人，不好好在家待着，跑这来干什么？咱俩已经离婚了，我劝你别再对我有非分之想，因为我不可能回心转意的。我如今已经正式返城，是正儿八经的城里人，往后咱俩之间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如果不想我彻底讨厌你，就别来我工作的单位胡闹。还有，嫁了人就安分守己一点，别学人家贪慕虚荣，碰了不义之财，打肿脸充胖子，往后倒霉的还是你。城里人是吧？发达了是吧？行，大城里人现在还我200块钱，看看实力。这让许林涛想起了他还给江苗打了张200块欠条的事，气势顿时矮了几分。日后发了工资自会还你。日后是什么时候？啧，别告诉我你一个城里人连200块都掏不出。江苗步步紧逼，前夫哥可不是信守承诺的人，他不追紧点，这钱8成要打水漂。我口袋只有10块钱，给你，剩下的下月月底你自己来拿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到时候千万别哭穷。江苗同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大家都在饭店等你，快走吧，都在等你来点菜。这位是……哦，狗。许林涛被气得半死，江苗居然说他是狗，这个该死的女人果然是一如既往的粗鲁。刚刚那个男的说什么？饭店，江苗这土包子如今都能下馆子了，为什么觉得他的生活好像越来越好了？最让他生气和难受的是，方才整段对话，江苗始终只关注一点，那就是钱。他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祈求自己同他和好，甚至全程都没有拿正眼看过他。这根本不对劲，
他明明相当迷恋我的，难道说他真的已经不喜欢我了？不对，这应该是欲擒故纵。被许林涛一耽搁，饭前是没时间寄信了。国营饭店的菜炒得很香，大家点了5个菜，2荤3素。姜苗夹了1筷子蒜蓉生菜，刚放进嘴里，表情就僵了僵。农科院博士穿梭到70年代物资匮乏的涠洲岛，第一次出岛就发现了商机。这3盘素菜端起出来，他就觉得不大好，主要是有的菜叶看起来已经很不新鲜了。尝一口，果然如此。那3个大男人明显也吃出不对劲。姜苗同志，你先别吃了，这种不新鲜的菜吃了很可能要闹肚子的。你们家这菜怎么回事？把你们管事的叫出来！现在你去哪儿吃？蔬菜都是这样，你叫我们管事的也没有用。真有本事你就别吃啊，自己去买新鲜的吃去。真不好意思，快把这菜都给撤下去！真不是我们故意给你们吃不新鲜的菜，实在是今年附近各个村镇的蔬菜都减产，运不来新鲜货。这点蔬菜还是我们提前储存的，不然连这菜你们都吃不上。今儿是我们的问题。这样吧，我给你重新上2个菜，韭菜鸡蛋、韭菜粉丝，行不？别的蔬菜长得不好，韭菜倒是收成不错。韭菜1605催生出来的吗？吃那玩意只会更快拉肚子，还是算了。有什么事吗？没，我先去寄信。姜苗找了个借口离开饭店，先到邮局把要寄的东西都安排好寄出去，然后加快脚程又跑了2处国营饭店，分别叫红旗饭店和东升饭店。经过一番打听，果然这2家饭店也同样没有新鲜蔬菜，看来金有夫说的是真的。又顺便问了问如今最紧缺的蔬菜都是什么，得知主要缺生菜和空心菜。姜苗仿佛看到了一线商机，过几天上头该发新种子了，这一季预备种什么？国营饭店如今菜类紧缺，咱们要是能多种些蔬菜，往后分出一部分供给市里的国营商店，大队不就多了一笔收入了？好主意，我看店里生菜就比较稀缺，我们是要领生菜种子吗？不行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生菜紧缺，回去一定都会加大马力种这菜，种的人多了，到时候这菜就会堆积，卖不出去的。对，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我觉得咱们干脆种产量不多也不少的菜，再种些新鲜样的，比如四季豆和芹菜。但是这2种菜生长周期较长，四季豆几乎要近3个月才能成熟，不一定能赶上这波好行情，所以也不能把保全压在这2种菜上。周期短的比如油菜、油麦菜，这2种菜口感也都不错，加上这边气候温暖，最快20多天，最慢40多天也就能成熟，这2种菜可以多种些。再有就是芦笋，这东西现在还没在海南岛风靡起来，放眼全国，这菜都还不够火爆，现在开始种植，图着新奇，一时半刻也能有不错的市场，流动瞠目结舌。姜苗同志，你这思路，这条理真不是一般的清晰，而且每种菜都了如指掌，真的太牛了，你怎么懂这么多？张善奇也生出几分疑惑，即便是自己种地多年，可论农业知识储备，他也是绝对比不上姜苗的，这姑娘绝非常人啊！啊，我不是有个要考大学的亲戚吗？他家里一堆乱七八糟的书，我闲着没事的时候就爱翻书，看得多了就知道了。这么说你还识字了？这年头村里识字的可不多，有那么几个都能被当成状元了。姜苗心虚干笑2下含糊过去，说多错多，为了防止露出马脚，还是先闭嘴吧。回到家，第一时间去石秀家里接回糖糖，还把买回来的糖分了一些。你呀，就是太客气了，家属院这些人互相帮助那是常有的事，谁家有事忙不过来，把孩子托付一下也时常的事，像你这样专程带东西的可不多。说实话，她作为政委媳妇，想吃啥买不起，主要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，就能证明姜苗这人是有感恩之心的，而且他很有边界感，这样的人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与他相处。往后需要帮忙，你就直说，下回可不准再带东西了。糖糖今天在家里表现得很乖，后妈决定给你一个奖励，咱们快跑2步回家，看看奖励是什么呀？小丫头被诱惑的不行，迈步往家跑。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对呀。哇，太好了！我宣布你是全天下最好的后妈。今天要干的活还很多，海南这边天气热，肉和鸡蛋都不能长久的保存，所以他得在今天就先把猪肉处理完。陈长庚下班回来时，桌上摆了一大碗炖肉。洗手，我把肉盛出了2小碗，你给有芳和秀兰婶子送去，回来就能吃饭了。姜苗的话带着几分安抚的意味，像在哄小孩一样。陈长庚动作一顿，从前当团长，如今当营长，从来都是他把队里战士当孩子训或者安抚，今天居然也被别人当成孩子，他嘴角不自觉地勾出一丝弧度。长庚爸爸是不是也喜欢吃肉？怎么这么问？你笑了。姜苗妈妈说回来就能吃饭，你就笑了。噗，姜苗不用回头都能猜出陈长庚此时此刻一定是板着脸装淡定。你看错了，
我去送菜。另一边，许林涛第二天很早起床，直奔华贸钢铁厂人部。你说什么？你的资格审核出了问题，上面说你暂时不能入职。不可能，肯定是弄错了。同志，你再好好看看，我是参加招工考试考进来的，怎么可能出问题？是叫许林涛吧？1955年生。是，没错。那就没问题。有人举报你作风不检点，上头决定让你暂缓入职，核实后再做决定。许林涛心里有疑问，有100个不甘，可他不敢在这里闹。国营工厂都看重个人作风，他已经被人举报，这时候再大闹人事部，那就彻底别想再入职了。所以再生气也只能忍着。那我知道了，麻烦你了。美美，我看这人有礼有节，长得也不赖，也不像是坏人呢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瞧着人模狗样，实际却是当事陈世美。举报信里都说了，他为了回城抛弃发妻，他媳妇平时对他可好了，吃穿全紧着他，还帮他干农活。他倒好，有机会回城了，就开始嫌弃媳妇土丑没文化。这种白眼狼最好是别进咱们厂啊！这么没良心呢？到底是谁举报了我？不会是江苗吧？这个土包子就只会坏我好事，这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维州岛得知敌敌畏和毒死皮在治疗水稻病虫害上有奇效后，张善奇就紧锣密鼓组织队里来了一次全面的打药。下午，张善奇又从仓库收拾出不少蔬菜种子，油菜、四季豆、生菜的全都有。江苗找了个阴凉处，耐心细致地挑选能用的种子。长庚媳妇看到队长没？应该是在收拾农具。哎，何春红那几个不省心的，又起哄争抢放敌敌畏的瓶子呢。这几家又吵又闹，谁也拉不开。我得赶紧去把张队长喊过来，让他想个法子。糖糖，你去叫张伯伯。小孩腿脚肯定是比40、50的沈阳快。赵有芳急成这样，说明何春红他们那边肯定是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。最后事情是怎么解决，江苗不太清楚，他不喜欢凑这热闹。大家觉得那小瓷瓶洗干净后能用来装些油盐，而且瓶子里大多沾着未用完的药剂，拿回家再用水冲刷一遍。用来冲刷药剂的水就可以拿去除虱子。乡下都知道这药灵得很，这几年全都眼巴巴盼着队里也能领些敌敌畏回来。这好不容易终于盼到了，自然都想占个便宜。我是抢不过他们，不然高低也得去试试。可别了吧，是药3分毒，这东西最好别乱用，保不齐会有副作用。农科院博士传输到70年代物质匮乏的维州岛，仅用一招就让韭菜和芒果树收成翻1倍。天越来越热，地里庄稼和蔬菜倒是在江苗的悉心照顾下长得越发好。先前他在院里栽种的蔬菜也长到了可以吃的时候。这么好的菜得趁早吃，再养一段时间就老了。不着急，我这留着育种呢。这是一项更长远的计划，种地光有好的肥料、农药，土壤还不够，还必须得有绝佳的品种。他打算培育一些好的种子。之前找张善奇要的那块地就是用来做育种实验的。从专业角度看，实验环境是简陋了些，但也没关系，终有一天他也可以在这个世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实验室。小江同志，田艳玲在外头喊了声，马上就要迎来油菜大丰收。这最后的几天，江苗越发不好掉以轻心，每天都要去地里转上2、3圈。田艳玲为着部队所说的考核，隔3差5就要过来陪同江苗一起下地。江苗早已见怪不怪。怎么了？码头来人了，外地人气势汹汹的，瞧着像混黑的人，几口子人全是奔着咱们村来的，说是要找个什么人。队长他们这会儿全过去了。啊，是啥人啊？具体有没说到底是找谁？江苗眼皮一跳，不会是许林涛吧？是他倒也没什么怕的，反正他不怕丢脸就来呗。他保准能让他来了一趟就对这里印象深刻。这样细微的面部表情也被田艳玲看到。反正肯定不是来找我们苗苗的，苗苗肯定和混黑的人没关系。苗苗，要不要我去通知长庚医生？果然，他这么一折腾，大家伙全看了过来。原本这是和江苗没有半点关系，现在倒好，1个2个全开始怀疑他。江苗冷笑：“通知他做什么？你不都说了，那些人肯定不是冲我来的。”田艳玲被问得语塞，干笑一下没再说话。老张，终于等到你了。宋平川。张善奇很是意外，维州岛出了名的穷，岛上农作物长得也不好，除了部队和军属，几乎没啥人会主动来他们这里。宋平川这一下子带了这么多人过来，你这是闹哪出？来找我们队长也不用摆这么大阵仗吧？带这么多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打架的。这回还真不是来找你的。来了，真来了，不会真的是来找小江同志的吧？他看着也不像会惹了这群小混混的人啊。那贼也不会把他自己是贼这几个字写在脸上。江苗同志，他们是来找你的。果然是来找他的。何春红、王丽和刘四媳妇几乎要笑出声来，
本来他们还在发愁怎么整治姜苗，这下好了，要是被这些人按在地上打一顿，从今往后他也就别在石头村混了。田艳玲心里也闪过一丝快意，真要是闹出点丑闻，保不齐陈营长都得和他离婚，那个时候他所谓的种地计划就再也搞不起来了。如此一来，他田艳玲就还是整个军队最惹人注目的存在。画风怎么不一样呢？王丽几人表情僵住了。你怎么一点都不惊讶？你是因为那批韭菜来的吧？韭菜吃出问题了吗？你这怎么跟能掐会算的神仙一样？上回你说那药不能买，我还不相信。哎，这事都怪我呀！要是我早点听劝，也不至于出这事。用过那药之后，地里的韭菜确实长势良好，快的10来天就能割一茬，而且吃起来相当香。可就是吃完会拉肚子。没错没错，几十亩韭菜全没办法要了。这回我们是真亏大了。我也是这时候才咂巴出点事情来。我觉得你应该是懂点什么。来的路上我也看了，你们对地里的水稻长得很好，这油菜也是又大又好。我一看就知道我这趟是来对了。涠洲岛出了名的难有收成，有现在这样的成果，肯定是你这位技术员的功劳。你看你能不能去看看我们县的情况，也帮我们解决一下芒果树的问题，不让你白跑。我给你开工钱，还有这些都是我们的一点诚意。分别是一筐鸡蛋、一条猪肉，还有一袋沉甸甸的大米。这年代一口气掏出这么多东西，那诚意可真的是相当够了。关键他语气也是相当诚恳。何春红几个眼睁睁看着事情转变，偏离他们的设想，极度的眼睛发红。所以这些人不是来揍姜苗的，而是来求他去帮忙的。不是，他凭什么呀？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啊？田艳玲不自觉捏紧拳头，这架势，他仿佛已经看见了姜苗靠种地征服部队所有人的场景。不用这么客气，我很乐意去帮忙。多打一分工就多赚一分钱，他肯定愿意呀。至于那些礼物，他也不打算推脱，那都是他用知识换来的。宋平川客客气气把东西送到姜苗家里，何春红几个眼看着那些好东西一样一样进了姜苗家，气得牙痒痒。都是农村妇女，怎么这贱蹄子整天这么多花样？农科院博士穿书到70年代物质匮乏的涠洲岛，出色的农业知识彻底征服军官老公。第二天一早，糖，后妈今天有事要去城里一趟，你去政委家跟哥哥一起玩。韭菜出问题了，这正是油菜出土售卖的大好时机。张善奇与他不谋而合，两人一商量，决定第二天就开始采摘。为了保证新鲜的蔬菜第一时间送入饭店，我必须在采摘当天就赶去江州市与饭店老板谈生意。张队长，在去江州市之前，我还得亲自去地里看一下情况。我担心大家搞得不够细致，磕碰后影响油菜的品质，导致菜卖不出好价。最关键的是，不能一天就把所有的菜全都采摘出来。即便3家饭店都愿意收购，几天内也绝对消耗不完这100多亩的产量。如果全部采摘下来，没卖出去的菜就会很快枯萎，到时候就难脱手了。一大清早，大家伙就已开工。姜苗彻底放心了。真不用刘栋跟你一起去吗？不用，一个人办事更方便。上次的路他都还记得，轻车熟路找过去。到了以后，按照上次吃饭的套路，先点2盘菜，吃上几口以后再叫老板说菜有问题。就这样，抵达江州市不足1小时，姜苗就如愿以偿的在后堂见到了金有富。金有富本来还在嘟囔最近因为蔬菜找事的人怎么那么多，一看是姜苗，眉头一下子拧得更紧。怎么又是你？你不会是故意来找茬的吧？您别多想，我今天是来跟您谈生意的，选择这种方式也是无奈之举，有冒犯的地方还请您原谅。谈什么生意？金有富眯眯眼，眼前这个女人气质倒是还不错，可那张黄黄的脸怎么看都不像有背景的大人物，能谈出什么大生意？咱们店里一切货物都直接和公家对接，跟私人谈生意那叫投机倒把，真被查到，饭碗都得没了。你要不想引火上身就赶快走。他的反应完全在姜苗预料之中，毕竟现在还不允许搞私人经济，他一个陌生人直接说要和他做生意，人家有防备在所难免。所以姜苗一脸淡定地掏出提前准备好的蔬菜，果不其然看到金有富眼中闪过一丝希冀。这样的菜我们有40亩，过段时间还有新鲜的4季豆，能谈成的话，油菜价格可以给到2分21斤。路上姜苗特意打听过蔬菜价格了，在这节骨眼上，他开出的价格绝对可以说是相当良心的。果然金有富滴水不漏的表情中出现一丝裂痕，但也只是一瞬间。私底下交易是很危险的，我替公家看着这店，说实话经营成什么样跟我也没多大关系，我真没必要去冒险，何况你给这价格，我也没多大利润可赚。呵呵，一盘蒜蓉生菜卖6分钱，1斤能做1盘多，一盘菜净赚4、5分钱，这还叫没多大利润？明显是想继续压价啊，真是一只老狐狸。既然如此，只能说明咱们真是没缘分。也罢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以后有机会咱们再合作。时间还早，我去别家看看。
金有富眼神一震，完全没料到他说走就走，都不带拉扯几个回合的。他刚看了姜苗带来的菜，叶又大又嫩，绿油油的，绝对是极好的品质，2分21斤，价格也是相当便宜了。可以说过了姜苗这村，他绝对不可能再找到性价比同样高的店了。现在市场上绿色蔬菜紧缺，有钱都买不到。同志，先别着急走吧，看你也不像本地人，我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。这样，你这菜我先收100斤，合适的话，往后每天给我送1次货，每次都暂定100斤。成交，但为防止双方有什么变动，我要先收一部分定金。捏着那2块钱，姜苗憋不住发笑，忙活大半天，怒赚2元钱。农业果然是最不赚钱的行业，不过没关系，一步步慢慢来。有金老板的饭店打样，红旗饭店和东升饭店答应的就更爽快。最终，姜苗拿到了6块钱定金，并且收获了3笔订单。为了防止亏本，运输暂时需要他们自行负责。这已经很不错了，在你的悉心指导下，这批菜长得好，1亩地就能收300-400斤，留出10亩的当做一个村的口粮后，剩下40多亩的还能拿出去换钱，1亩地赚个6-7块，40多亩就是200-300。这对于向来穷苦的石头村而言可是一笔巨款了。对于他的设想，姜苗只是笑笑，只能说设想的还是太保守了。但这句话他只能在心里想，说出来那就是给人家画大饼。地里的油菜过不了几天就要老了，3个饭店一天最多只要300-400斤，1亩地就够使了。这样算起来，得有20-30亩没赶上卖就老了呀。不急，等着吧，说不定过几天会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跟我们做生意。而且我确实也没打算把这些菜全卖出去，咱们得留一些育种。另外最少还得再留个7-8亩，还有别的用处。既然你另有打算，那我就放心多了。江州市华茂钢铁厂午饭时间，上回你说那个在是陈世美，就那个叫许林涛的，你还记得不？怎么了？我听说他这几天一直托关系找门路，还想给咱们主任塞钱来着。是吗？主任怎么说？让不让他进？肯定不让啊，这事闹得比较大，厂里多少人都知道了，主任也不想引火上身啊。上面说了，这样的人咱们厂不收，说是要取消他的入职资格，这1-2天处理结果就会公布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，快，请，到你了。这都什么啊？天天吃土豆，本来有水就1日比1日少，现在连点绿色蔬菜都吃不上了，咱们厂还真是一天比一天会糊弄人。听说最近那几家国营饭店的菜都挺新鲜，哪天咱俩也下个馆子算了，天天这么吃，谁受得了啊？听到了吧？食堂门口，厂长高玉才对身边的后勤部主任刘勇说，吃不好会严重影响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，肉吃不上已经很对不起工人们了，菜绝对不能再供应不上，不管想什么法子，最迟后天蔬菜供应问题必须解决。去哪里找蔬菜？真是头大。对了，他们刚刚说国营饭店的菜很新鲜，明天也去那里碰碰运气。周末，姜苗依照约定去平山县帮忙解决芒果花枯萎发黑的问题。正好周六，陈大营长你休息，糖可以由你来带，我去赚钱了，回来给你们带好吃的。他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，目光中全是对生活的希冀。这份热情很难不感染陈长庚。被下放到海岛，陈长庚心里始终压着心事，一直难以放松。但这些天，他似乎又慢慢感受到了生活的温馨。姜苗他好像比我想的要好。农科院博士传输到70年代的涠洲岛，凭着过硬的现代农业知识，让瞧不起他的人啪啪打脸，接上级。宋平川与众人一起刚把姜苗领进果园。队长，稻田那边出问题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小姜同志，不好意思哈，我让我们队的农业技术员陈全，让他和方登领你一起去看看芒果目前的情况。这人有没本事另说，看着还挺会装模作样的，不过看他那副干瘦样，也不像多能吃苦耐劳的人，估计也装不了多久。反正这姑娘不见得真懂农业知识，随便说点关于芒果树的东西走个过场呗。姜苗感受到他们的懈怠，既然他们不愿意主动介绍芒果树的问题，那他就自己观察。他认真地看每一棵树，有时候还会停下来轻轻抚摸一下花朵。连续看了3棵，姜苗果然停了下来。同志，还看吗？不用了。看吧，果然坚持不了多久吧。看来这回队长是真的上当受骗了。花朵全部变黑与天气有关，最近应该没少下雨吧？这些花是因为过度潮湿爆发了炭疽病，解决办法也简单，往后再下了雨，你们第一时间摇树，把花朵里的雨水全摇下来就行。另外我再给你们说几样农药和化肥，买了喷个2-3次，保准很快就好。姜苗说着就噼里啪啦一口气点了几样农药和化肥。陈全和方登作为农业技术员，倒是听过其中几样。这样吧，有纸吗？我给你们写下来。有的。
同为农业技术员，没人比陈全和方登更能清楚地感知到姜苗的厉害。姜苗那一通干脆利落的输出，算是小小的征服了这俩人。陈全言语间不自觉多了几分敬重，莫非这位真是农学人才？顿时不敢再轻视他。队长，今天几家饭店照常来岛上运货，不同的是今天船上又多了一个人。队长，咱们的金主来了。来人正是华茂钢铁厂后勤部主任刘勇，他用了2天时间，才从金有富那里得知他们的新鲜蔬菜都是从涠洲岛石头村运来的，便马不停蹄地赶来涠洲岛。我们是华茂钢铁厂的，想要代表公价购进一批你们厂里的油菜，一斤价格我可以给到2分6，如果你们同意，我今天就能带走300斤。华茂钢铁厂上下6000多号工人，相比于那3家饭店，这样的工厂才是姜苗真正想要合作的对象。我之所以选择先从那几家饭店入手，就是因为那3家饭店只是一个转折点。刘勇的到来对于我们而言当然是个绝妙的机会，但这时候还是不能表现得太过于急切。姜苗不放心地看了眼张善奇，没想到这家伙简直天生就是做生意的料子，直接无师自通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我们和饭店那边定了长期合作的约定，这再分一部分卖给你们，能卖给他们的量就会减少，传出去肯定是要得罪他们的。万一哪天你们突然不要了，菜就只能砸在我们手里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也可以跟你们长期合作。我们来的时候也注意到，石头村地里似乎还种了其他作物，甚至还有一些散养的大鹅。只要村里人愿意，这些东西我们华茂钢铁厂都可以收。油菜我们每天都要300斤，后面你们的四季豆成熟，也可以直接卖给我们，工厂跟你们大队直接对接，也不算私人买卖，你们还能少承担些风险。刘勇的诚意足够多，张善奇跟姜苗对视一眼，这才点头同意。这样一来，我们每天又能多赚7块5。华茂加上3家饭店的招牌效应，昨天又有几家工厂前来订菜，现在除了你点名要留下的7、8亩，其余的油菜很快全部脱手，就连尚未成熟的四季豆都早早被预定一空。短短1个月，石头村就靠着种菜盈利几百块，在以前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，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。但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，因为最至关紧要的时节来了。趁着天气晴朗，要抓紧安排抢收稻子了。3月份那茬子稻飞失到底还是祸害了不少稻子，这一批水稻的产量依旧不算高，但相比于过去几年，已经是很不错了。村里人乐得合不拢嘴，张阿婆他们看着谷场上满满当当的稻粒，姑娘，你是咱们石头村的大恩人了。看着大家的笑脸，姜苗一时恍惚。以前上课，老师就常说农业是造福于民的专业，等以后你们真的靠自己的知识让更多人不再饿肚子，就会明白这个专业的魅力。那时候长期扎在实验室，要么就是闷头在试验田，脑袋里想的都是发论文、评奖评优，根本没办法体会到老师所说的农业的魅力。直到此刻，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充斥在心间，第一次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农业。石头村迎来大丰收的消息传到部队，孔令就是重提。我看小陈这媳妇真是有本事的，种地的计划8成可行。老李，你尽快下决定，小陈怎么来咱们这的你心里可清楚。这小子并非池中之物，他在咱们这儿怕是待不了多久。再这么等下去，人家2口子走了，咱们可就真错失良机了。我也着急啊，我去问问田艳玲。石头村取得的成就是瞒不住的。田艳玲意识到他是没办法再阻止姜苗开启种地计划了，与其继续和团长他们唱反调，不如顺水推舟，还能卖姜苗个人情。姜苗同志的确是可靠的，可以把种地大业交给他。不过种地这活其实也不单单只依靠一个人就能成，石头村的成就是他们全队努力的结果。这一句话刻意淡化了姜苗的功劳。姜苗同志刚来没多久，和岛上的军属都不熟悉，种地计划一开启以后，他肯定要多和军营这边打交道。团长，我想咱们要不要准备个联欢会？一方面团里最近正在忙大比武，也很久没有娱乐活动了，另一方面借这个机会也能让姜苗跟队里的同志接触一下，往后大家一起在营地这边忙活，也不至于互相不认识。是个好主意，那这事就交给你来办，时间就在下星期5晚上。田艳玲眼里闪过一丝金光，她很快把这个消息带给姜苗。我跟团长反映了你在村里的成就，总算是说服团长结束了考察期。苗苗，你终于可以到团里大显身手了，恭喜你。田艳玲的语气相当的真诚，但姜苗却觉得她很假，感觉她总是在给自己挖坑。那就谢谢你了。对了，为了欢迎你的到来，团长决定在下周5晚上开展联欢会，到时候你要上台表演节目哦，唱歌跳舞或是演讲都可以的，你应该会吧？这些我还真不会，我这个人四肢比较僵硬，五音又不全，哪里会什么唱歌跳舞？不会也没关系，其实这个联欢会也没多少人，就是咱们这些军属聚在一起随便玩玩，大家都没什么才艺，你就随便念首诗糊弄一下好了。是吗？
他的话江苗不可能全信。你不用太上心，联欢会真的比较简陋的。江苗本打算晚上跟陈长庚确认一下联欢会都是什么规模的，可这一段时间陈长庚都相当忙，几乎都看不到人影。联欢会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也不值当拿这事去烦他。但是唱歌跳舞我是真心不会，那表演什么呢？江苗思来想去，看到堂堂摆弄院里的花花草草，突然有了主意。你说江苗也要表演，他会什么啊？具体会什么我也不清楚，反正他神神秘秘的，瞧着挺有信心的，估计能在联欢会上出彩吧。就凭他一个农村来的二婚妇女。杨彩环是二营排长的老婆，她跟军医何文文关系不错，平常就没少听何文文讲江苗的坏话。虽然还没见过本尊，但对江苗的偏见却已经深入骨髓。我听说江苗仗着自己有点农业方面的本事，在石头村都要横着走了，在村里出风头还不够，现在还要来咱们团里抢风头。咱们也都不是吃素的，平常联欢会都没少参加，这回更加不能让他给比下去。一呼百应，田艳玲在心里偷笑，这回成了，江苗就等着丢脸吧。